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少年剑客的荣耀决斗。击剑讲求快、狠、准、速度与技术兼备，不仅是速度的较量，更是技术与策略的对决。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对决，过几个世纪演变，自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开始，就是正式比赛项目。在击剑运动包含了盾剑、锐剑，还有军刀3种剑种，其特点各有不同。锐剑对初次接触击剑比赛的观众来说最简单易懂，3种击剑中攻防最需要耐心的一种，且每一剑必须精准无误，攻击范围涵盖全身，击中任何部位都能得分。盾剑强调技巧和攻防的配合，攻击范围较小，攻击点限于上半身，必须用剑尖刺中躯干，每一剑考验选手的敏捷与智慧。击剑王子陈义通就是这项目的王者。军刀的比赛节奏是3种击剑项目中最快速的，选手必须快速判断对手的攻击意图，灵活的脚步与应变能力更显重要。无论砍击还是刺击对手髋骨以上到头部，都算有效的攻击范围。培养学生策略思维的想法，然后第2个是提升选手的专注力，然后第3个是强化学生的体能。第1个是基本动作，脚步，然后攻击跟防守，还有技术的纯熟，直接会影响到比赛的结果，这是第1个重点。然后第2个重点是，击剑的选手必须具备出色的协调性，然后跟身体的灵活性，还有爆发力。然后第3个是心理的策略，击剑比赛就像一场心理战，选手必须策略性的思维，预测选手的动作，并制定相应的对应策略，才能在比赛中获得先机。一开始妈妈问我要不要参加，我答应之后，后来发现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它很酷，可以在比赛中获得成就感，也可以跟同学对打建立友情。因为我来到忠孝国小，发现了有击剑社，而且我觉得他很帅，所以我才参加。我最喜欢的选手是李让，因为他练习很认真，是我学习的对象。我最喜欢现在青少年成能冠军的李让，因为他的速度很快，长得也很高，打得也很好，我也想跟他一样。我最喜欢杨景曼，因为他击剑很好，而且功课也很好。我希望他可以当我的榜样。我希望可以在这次比赛拿到前3，手部再加强一点，然后脚步再快一点。我想要把U11男子锐剑的金牌抢下来。我希望我的脚步还有动作跟速度可以加强，并在比赛中使用出来。我希望我可以得到U13女锐冠军。1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等你来挑战！3剑齐发，剑指荣耀。所有喜爱击剑运动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在12月7号的周六上午和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了这个新北市板树体育馆，一起来欣赏今天113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哦。这可以说是这些 U9到 U13小选手们2024年度最后一场重要的赛事。大家好，我是董敬桥，负责今天的讲评工作。那今天很开心，荣幸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监事吴敬德先生，和我一起来搭配。吴老师早安。好。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些小选手其实也经过今年2024许多赛程的这个
训练哦，那也到了12月的最后一站了。你一路观察他们，觉得他们今年的提升状况怎么样？在整体的素质来讲，因为现在基层就是说小朋友他们几个年级对的这个人数选手数是够的，够用，而且在增加当中，是，所以他们在竞争一路走来的话，其实蛮辛苦的。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进入这个精英赛，年底的精英赛，都是高手啊。是，尤其是我们都知道，今年2024年有这个巴黎奥运哦，然后又有击剑项目，所以其实让很多原本没有接触到这项运动的人，也通过了我们的这个陈义通选手在奥运舞台的登场，然后让这些小剑士们哇有一个这个憧憬，然后一个追求的目标这样子。对。那今天我们在板树呢，一样会有非常多的这个赛道，那同时在进行。那我们安排了一个主赛道，会为观众朋友持续带来转播。那老师觉得3个剑种里面，作为这个 U9到 U13这个年龄层的小选手里面，这3种剑种里面分别有哪一些看点？看的话，我想对比较幼龄的选手来讲的话，那么锐剑这个项目的话，是他们很能够发挥的，比较因为它是以全身为目标，对，所以他可以想尽办法刺中对方，刺中就好，这个是蛮挑战的，对他剑术养成来说比较有成就感，不会说都刺不到这样。是。好，那这3种剑种，锐剑、盾剑跟军刀，我们随着等一下比赛的展开啊，我们再请吴老师来跟我们分别介绍一些这个其中的奥秘这样子。老师，那其实今年2024年这个赛程已经走到末声了。那2025年我们在协会这边其实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安排呢？协会它每年都在接近下半年的时候，它就会把明年的包括国际赛还有国内，还有配合那个我们本身有一些全国性的这种运动会呢，它都会做安排做规划。所以新势力事实上基本上大概都已经拟好了，定下来了。对，好，那我们也期待今天的小选手们能够发挥哦，然后把握住这个2024年最后年末的一场赛事，然后来继续提升自己的剑技，然后明年2025年再继续精进。那我们也持续等待一下大会的这个流程哦。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主比赛场来看第一组登场的选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是。
好，我们今天的第一场赛事呢，即将进行的是 U9的比赛。来看到的是来自台北市玉成国小的杨果选手对上台北市复兴实中小学部的李元桥，他们要进行的是 U9的女子盾剑。哇，勇者无惧，坚持到底哦！今天其实对于小选手们来说，也是一次练剑，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来比赛，透过这个全国转播，一起让所有人来看看他们平常练习的成果。啊，小朋友很可爱哈，对，在这个佩戴装备也需要这个工作人员帮忙一下。大会报告，请各场地的裁判注意女性选手的头发，麻烦请她把它扎起来。好，因为小女生哈，有些头发比较长，为了安全起见的大会也有在广播要把他们头发的扎起来，这样待会在对剑的过程中比较不会有一些危险发生。是，而且这个因为他们今天这个场地打的是盾剑，对，那么盾剑他们穿的那个电衣嘛，所以如果头发长会遮蔽了那个有效部位，所以必须要不影响他们比赛。好，看一下两位小选手第一回合的较量哈。对，因为刚开始都要试探一下。对。哦，打的都还蛮谨慎的哈。是。都在观察对方的动作，是阅读，好，杨果先拿下了1分。我们知道这个盾剑哦 ，foil 是3个剑种当中可以说是最轻巧，那它的攻击范围也最小嘛，只有这个上半身，而且是躯干是比较有效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现在看得到他们穿了一件电衣的范围。对，刚刚他们赛前也有彼此感应一下那个是通电的状态。是，好的，所以在打这个剑种，就是在出招前会比较谨慎，对不对？是，因为对方是活的，对，你要吃它，它也要吃你。对。而且也要注意有这个所谓的攻击权的东西，这样子。对，是不是可以帮观众朋友解释一下，我们怎么来看攻击权的部分？它攻击权就是以盾剑来讲，它主要就是说，当对方开始威胁你的时候，对，那他的动作你必须要先做防御，你才能够反击。是，如果你对方已经在威胁你，然后你就不管他的威胁，直接去反攻他的话，那么就造成你是没有攻击，因为我们这个是剑，原来它是会伤人的。对。那它的目标就是说，你不能有两败俱伤。那以一个正常的人来讲的话，当危险来的时候，你一定先要把危险化解掉，你才能反击，而不是说不顾一切就往前冲。它的主要精神在这里。好，两位小朋友刚才在短暂的过招，现在形成杨果是有一个4分的领先哦，他以5比1。这是刚才他们这个被要求把头发扎起来的样子，很可爱哦。对，各位可以从这个慢动作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选手就是拨挡以后，对，然后还击，很清楚的，那个剑都刺弯了，对，很有效的击中，看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他对方进攻，他拨挡然后反击。是，对。好，那在刚才这个杨果小选手获胜之后呢，我们即将进行了下一个组别。来看一下李云轩跟这个许淑宁，一个来自台中市的威格小学啊，跟立农国小。哦，虽然都是 U9，但我们可以看到左方的云轩哦，你看他的身高跟他的臂展是比对手要再大1号的感觉。是。现在小朋友营养跟运动都不错，所以体型有一些就长得很好。嗯哼。那在击剑运动，我们说臂展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对于你去得分来说很有效的一个身体的构造嘛。是，尤其是在很接近的时候，对，双方实力很接近的时候，那么体型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优势。对。就跟这个篮球场上，我们说这个1寸长1寸强，所以在这个击剑部分，如果你的臂展比人家再长一点哦，你当然就会优先刺到别人这样的道理。对。但是如果技术有一点落差的话，还是会不一样。没错，因为他有像这个盾剑，他有攻击权，所以就不一定说体型会占绝对的优势。对。主要还是看你怎么去打这个攻防转换。对，有技巧。那今天的比赛呢，观众朋友一样可以透过多平台收看到，包含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 Facebook、脸书粉丝专页，还有大家的好朋友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那也都欢迎多多留言哦，然后或者是分享，让更多这个击剑圈子呢，也可以欣赏到这些小小剑手们今天在板树体育馆的表现。好，比赛还剩下大概40秒左右，林云轩现在是以2-0取得领先。舒宁加油哈，他还在寻求得分的机会啊。他比较谨慎。对，你看他把剑就举得大概90度，然后不断的去碰敲这个云轩的剑，希望把它格挡掉之后再做攻击。哇！但是很快就被云轩又被他吐到了一剑哈。对。不过我们观察到云轩他的这个剑前方的这个弯度有点蛮弯的，这大概要到什么程度才是符合规范之内？就水平那个顶点不能超过2公分，不能超过2公分。对对。那因为在比赛场地嘛，你看，因为他刚刚也去扳弯一下，我感觉他好像喜欢这种有一点角度的，可能他比较顺。因为有角度的话，他进去的时候那个角度会比较刁钻，比较刁钻一点。OK， 好，那这样子云轩选手就以4-0哦，完封了许淑宁。双方在经验上感觉稍微有点落差。是，好，那这样子这个循环持续在进行。来自台中市的刘映杰要对上刚才以5-1获胜的玉成国小的小选手杨果。本届的参赛选手，因为我们有 U9，然后一直到 U13，然后又是3个剑种，所以其实赛事还蛮多的哈。是的。不过我们现场我看同时应该也有5条这个比赛场地哦。今天准备了9个剑道。 9个剑道。对，9个剑道。
所以其实，在赛程的运作上也可以是很顺利的。应该是会比较顺畅。对。好，那在我们这个主要有转播的剑道呢，我们来看一下应杰跟杨果。哦，这个很漂亮的波挡还击。对。对。左方。刘英杰率先得分哈。是。哦，无效，哎，无效，刺到那个电衣以外。对。我们说这个盾剑是3种里面哦，攻击有效范围最小的一个。是。就包含观众朋友现在看到的2位选手上半身穿的那个灰色的电衣部分哦，是。就只有那个部分。是。对，连手臂都是不算的。是，还有包括那个他那个下巴那边，诸位可以看到他面子，对，有一个特别的部位，颈部那边，对，那个地方也有效，也算这样，对。所以比起这个锐剑是全身都可以哦，还有军刀是这个上半身除了手腕之外，手臂也能算来说，这个盾剑真的是攻击有效距离最小的部分，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比较这个年长的选手，他们会打的有那种，还有这种绕背攻击哈，就是从剑去偷你背后的那个部分，那个角度就很刁钻，对，那是比较高阶的动作。是。他下巴会多那一片，他主要用意就是说，因为毕竟是武器嘛，剑它原来是武器，对，所以在脖子的部分，你只要刺中也是致命的，所以他就会把这个面罩底下有一个区域，在咽喉的那个区域呢，对，他也认为是有效的，没错。其实我们说这个击剑哦，就是起源于这个中世纪欧洲的这种骑士文化，慢慢演变而来的哦，是。早年这种中世纪的人类文明哦，我们还没有所谓的什么司法法律还不完全的时候，有时候于是出现矛盾哦，对，就是请你用击剑来判断你的这个公正，这也是这个历史脉络的发展哦。像17世纪、18世纪的尾端，都在那个意大利都还有真正的那个决斗，而且旁边都有医生、裁判，就是在控制的。对，那他们都是用那个决斗剑，那个就是不会致命的，但是以刺伤，那对方就输了。对，然后医生就立刻对，现在18世纪都还有那个影片可以看得到。那个是真人在决斗，所以这个文化哈也是一路演变到现在。当然，现在就是选手的安全都已经很周全了，那大家就是把它变成一项竞技运动这样。是的，是。哇，刚才在小熊打到都已经快要出剑道了耶。是。好，持续在进行这个组别的循环哈。我们看李元桥，刚才第1场比赛他输给了杨果，然后林云轩刚才战胜了许淑宁。我们看一下2位选手这一轮的交锋会怎么样。在体型上，云轩应该是这个组别里面个头最大的，你看他比其他小朋友高半个头啊。是。因为现在他们就这一组进行初赛的这个循环赛，每一个人都要跟对方打过一轮，对。哦，他现在被逼到红色的区域，但是他如果2脚都跨出去的话，就要扣一点，哈。就被逼到绝境了，是，所以站位也是很重要，是，所以避免你一直很消极的都只防守不进攻。这个进攻的很漂亮，对，绕剑过去，是。哇，哦，很漂亮，对，很漂亮，把对方的剑给格挡之后，直接刺入。
哦，连续几乎同样的招式对打了3点，代表他的这个招数是很有效的。是他把对方的那个剑骗开了，对，是有效的，对。啊，云轩看来在这个组别里面，目前看起来有点大魔王的感觉哦。其他对手要在他身上拿到分数，目前看起来似乎不太容易。而且他的那个对剑的那个警戒范围很大，对，你看他的手伸的很比较前，然后身体后倾很多，是，所以他在防守上就很有利，因为对方要逼近他，击中他的那个有效部位很不容易。对，可能身体要很靠前才刺得到他，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个弱点给暴露出来了。是的。哇，哦，这样双方同时击就是，刚才同时亮灯的状况，裁判认为攻击权在右边。OK。我们说这种如果同时刺到，然后又可以两边都得分的，只有在锐剑看得到。是。像刚才就是2个人动作几乎同时，但是对裁判他就认为那个发动攻势的在右边，对，在云轩的手上。是，所以他判给右边的选手。确实，所以我们看盾剑比赛啊，那个掌握攻击权这个要点很重要。是。他这样，他绕剑绕得很漂亮。对。是。好。刚才就这一下。是，就这一下。同时刺到，刚才裁判，我可能认为裁判判给右边，是因为左边的选手他在前进的时候他手弯了，放下来了。放下来的话，裁判认为他的威胁不够，所以攻击意图攻击在右边。是，对。所以其实击剑比赛那个裁判老师的这种判决其实也是蛮关键的哈。是的，有一些经验。好，那选手们要来进行一些着装的安全确认哦。我们场地先整理一下，那待会再回来看这个我们的比赛剑道，我们 U9 女子盾剑小选手们还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好，我们比赛的主要剑道比赛持续在进行哈。刚才做了一些场地的调整之后，回来看到的是刘映洁小选手跟许淑宁小选手，两位都是来自台中哦。U9男子军刀3分。吴老师对于台中现在在这个击剑发展的氛围，你有什么了解吗？台中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除了学校以外，对，还有俱乐部，有俱乐部，都发展像有一个这个
中华民国儿童少年击剑联盟，就在中部在发展，还有南部，所以现在除了北部以外，中部、南部其实现在发展的都不错，击剑人口也慢慢多起来，是的，所以说，以往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如果对击剑运动没有了解的话，都会觉得说，哇，这个运动感觉就是很贵族的一项运动哦，是流传于这个中古世纪欧洲，然后也是早期哦比较有阶级的骑士阶级的族群才能从事的运动。是，对，它确实是本来就是贵族，贵族的运动。对。因为一些贵族家族，他都会请教练，在他们的自己的家族里面做那个训练。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原来就是个贵族运动。不过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如果现在家长们，比如说小朋友也想让小朋友来尝试击剑，这个他该去哪里体验，或是这个花销一开始会很大吗？因为刚开始练习嘛，小朋友不一定会持续的有兴趣，对，所以他有一些比较基础的那种训练装备，在俱乐部啊，或者是学校里面有一些有击剑社团的，他有一些基本的装备，可以就先体验性质。那如果入门以后，小朋友觉得自己真的是想有兴趣继续玩，那么装备当然就要升级了。了解。好，这位两位的过招哈，相对来说比较看起来火药味没那么重，但是应杰呢也在不知不觉中拿下4分了哈。是，两位选手都是比较柔的感觉。对，已经胜负分了，拿了5点。是拿了5点，5比0，这样子就完封了许淑宁。他们就是2分钟。要拿到5点，谁先拿下5点这样子，你看女孩子的这个电衣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猫，所以这个就是小朋友可爱的地方。随着他们这个年龄的长大，电衣也会一直更换，对不对？是的，因为是算他们这个上半身的长度嘛。对，包括那个他们剑服的尺寸啊，各方面，还有剑的那个规格，对，也都会不断的替换。对。那全身这样下来，哪一个部件大概会是可以留比较久的？如果以他们这个年龄来讲，基本上是没有，都没有，因为还在发育，一下就长大了。没错，没错，是的，因为还没定型嘛，对，还没定型。这周才这个9岁左右的小选手，其实整个身体还会随着发育哦，是整个身体的结构啊，会慢慢的在长开。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以教练来说，培养这样的选手，他们现在是大概先掌握好基础动作跟观念吗？是的，是的。不过以现在已经参加精英赛的这些选手，其实他们对动作啊、攻守啊、进退，其实都是已经有概念了。已经有概念了。对，就是不断的累积自己的比赛经验。是，我看他还会用这个盾步去影响对方的节奏，是，用一些声响去影响对方的注意力。你看他们2位就是有进有退、有攻有守的，都在试探对方。其实这个都是有教练是有训练过的。对。不过杨果现在被逼到红区，他也大概就坚守在这个位置哈。是。他跟对手就是保持一个相当不错的距离。对。李云轩也很谨慎哈，他没有贸然的，就是看对方已经逼到赛道的后面了，他就去贸然的突进。双方的第一点有来有回，打的都很谨慎哦。是的。哇，连续的对剑，吃到无效部位。吃到无效部位。2个人都打得很谨慎。对。应该有得点。哇，这边判了许云轩1点了。
哇，那这一点很关键，因为现在比赛剩大概45秒左右。如果这一轮2个人都还没有打满的话，那么还有下一轮，他们要打2轮，2个2分钟，看来会进入第2轮。是，看起来以他们2个这一回合这种慢节奏哈，对，2个人都比较保守的打法的话，应该会进到第2轮。哦，好，同时那判给谁呢？右边又再判给了许云轩。对。好，看起来这2位选手杨果跟许云轩是目前我们看到 U9 盾剑里面实力比较突出的2位选手。好，哇，第一个回合哈，对，打得很激烈。不过许云轩是靠着两点哦，其中一点是他去戳到，然后另外一点算是互击的时候，裁判判给了他。没有，他们不打2局，不打2局了，对，就只打1个回合这样子。只打1个回合。对，那这样子就会是云轩获胜了。好，下一场是李元桥跟刘映洁的对决，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哦，也算是这些小小的剑手们2024年12月最后年度的最后一场出赛了。是，老师，我们现在国内在击剑。除了这个层级，就是比较 U9 到 U13这个等级之外，是有哪一些赛事是所有剑手们每年一定要去参加的大赛？就是那个全国的排名赛。排名赛，对，全国排名赛，对，因为那个排名赛它有积分，那个积分对他们的要进阶是蛮重要的。对 ，OK， 所以就是。一整年不容错过的就是排名赛。是对。那您个人在参赛过程中，还有没有哪一个赛事，不管是文化也好，氛围也好，你个人比较喜欢的赛事？那就是全国的那个大专，就是全国运动会。OK， 全国运动会。OK， 全运会的时候。对。那个氛围是怎么样？跟积分，因为排名赛的不同。它全运会的话，它是由各个那个县市的精英来的，那么他在竞争上，各个县市的好手都一定会为自己的这个县市呢争取荣耀，再加上他是有奖金的哦，有奖金打起来特别用的，他有的时候那个只差1点是的胜负。但是呢，冠军跟亚军那个是奖金是天地之别，没错，所以就非常的竞争激烈，也可以激发这个选手的动力哈。没错，因为我们也说这个运动啊，专项运动其实平常训练的费用其实也都不低哈。是，哇，刘映洁很快啊，对，打了一个5比0，因为那个对方的攻势。他一接近的时候，他就把它拨挡掉，瞬间接着就还击了。是，对。所以元桥在持剑的过程中，其实因为当然小朋友还在发育啦，可能手也还没有太多力，所以他很容易他的剑就被对方拨掉，他力量不够，去把对方的拨剑给挡下来。是，所以就几乎在瞬间拨挡，同时就刺中了。是。来自玉成国小的杨果，
还有维格小学的许淑宁。是，目前这个循环，他们就是5位选手在不断的交错。好，赛前都做这个感应，对，确保这个对功能都是正常的。是。哇，同时击中，看哇，他那个左边判给左方。还击得点。哇，2个人进去，是，对。哇，纠缠在一起哦，是，没有什么出剑的空间，然后再把距离拉开。有一些状况，是确保他的那个通电正常。是啊。都打在无效部位，亮了白灯。这2位感觉实力也蛮接近的，是，所以缠斗很久。对，而且比起刚才这个杨果跟许云轩，双方是把距离拉得很远的那种方式，他们2个是经常斗在一起的，已经非常接近，然后再找空间。对，这一件很漂亮啊，这一件进攻的很漂亮。是。啊，不知不觉李元桥的得分也起来了。是，现在比数有一点拉开。对。哇，他们2个感应不到，都打近战的。是，哇，我们说这个剑身哦，即便碰到对手也不算，它只有剑尖那个部位是感应到才算。对，只能刺，没错。所以刚才2个人纠结在一起哦，如果是军刀的话就算分了。对。可是呢，我们的这个盾剑就没办法。2位小生儿，对，因为真的是打肉搏，刚才很近战很刺激。对。漂亮。哇，可是他头发跑出来，是。看老师有没有？这一分，哇，有吗？很漂亮。哇，有哎！对，这刚才这2点连续2点都是很漂亮的，很精彩哈。对，哇，关键的第5分出现了，这样李元桥就获胜了。啊，杨国打到头发、小辫子都会掉下来。对，可见这个激烈程度。是，因为他们近战打得很多嘛。对，没错。进攻得很漂亮。看就这边2个人在互找位置，对，互戳找位置啊。这个进攻，刚才最后这一点进攻很漂亮。今天在现场也是有一些民众，也是小选手们的家长啦、亲友啦，对。
除了透过这个线上的直播可以收看到今天的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之外啊，能来现场直接看这个刀光剑影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是，现场还是比较震撼。是。好，再来看到下一个组别，林云轩又上场了。哇，这一次他躲掉了，对，哎，躲得很漂亮。对。U13男子锐剑8强选手，请到场地就位，准备比赛。两个人花了快1分钟在试探对方。刚才林轩那一个出剑哦，被应杰给闪掉了。是。哦。应该是刺中无效。刺中，哎。哦，有得分，有得点。哇，那这样1分在手，心态上就比较稳了。好，双方互击中。对，两点了，他进攻，他进攻。林云轩。对于这个进攻权的把握，他也是做得蛮好的。是，几乎这个同时击中的情况都是他拿分。对，上位报告，竞赛场地内。而且他在进退的时候，一下子，你看他现在进攻，他把剑掉下来，对，然后再从底下往上攻，哎，哦，可惜吃到无效部位哈，不然这个有防转攻很精彩，是漂亮。他这个绕剑很漂亮的攻击，是。哦，非常漂亮。他那个剑呢，一直等在那边，对方稍有一个动作，他马上就比他还快发动进攻。所以他即便他不管是打主动进攻还是打被动的防守哈，其实都蛮有一套的。是，他在后退的时候，他要警戒。所以他把剑呢就举得比较高，那高的话就可以阻止对方很快的去进到内线来。那他在进攻的时候，他有时候故意把剑往下掉，然后前进以后再把剑瞬间吊上来。那这个动作就是。选手请至第1场地后方篮球架集合。这一剑就是对方还没有完成，但是他马上就抢了一个箭步就刺过去了，所以他的进攻是手眼的观察力都很够，对，眼睛想法到位了，然后身体也很快就到位，有跟进，对，跟进，反应速度非常快，对。连续2天在新北市板树体育馆上演的1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啊，也要感谢教育部体育署的指导，当然还有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主办以及联新体育的协办哦，才可以让这些少男剑客、少女剑客们在12月。好，即将要跨年的这个时间点啊，还可以有一场好的比赛，而且这个是很荣誉的一个舞台，是一个是精英比赛，精英哦，对，他要排名有照在前8才可以来比这样。好，李元桥等待他的对手舒宁，应该是在做一些装备的调整哈。是，对，看起来是装备要那个。
好，双方互相感应一下，确定没问题。好，那就可以来展开了2分钟的对决。哦，这个左手剑回击，对，许淑宁是左手剑客的对，被波挡。那就考验袁乔平常在练习中是打左手剑的经验够不够？是因为的，是的，对方跟你这持剑等于是同一侧，对，有点卡。对如果不是那么擅长打这种左手剑客的话，会比较别扭。对，会比较别扭，没错。哇，刺激，再找机会。哇，在缠斗中得点，在缠斗肉搏之中，哈，袁乔的间接刷到了是许淑宁的这个电一，拿下了分数。这个波挡还击就很漂亮了，而且完全是左手的优势。U13女子军刀4强选手，请到第1场地右后方集合。哎呀，你看这个就是左手剑的这个好处。对，他一进攻以后把他压着，剑压着以后呢，对这个左手的剑手来讲，对方的门户大开，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做还击。啊，又一样，这种打法他打了3点。对，所以刚好也是透过这样的精英年度大赛来切磋，然后学习跟这个左手剑客，没错，对不对？这是宝贵的经验。对，因为确实一般右手百分比还是比较多，当然对，所以在对打的时候，跟右手的经验比较丰富，但是左手就比较那个，所以教练有的时候都会特别针对左手的这个剑手来做训练，做训练，对。大会报告：台北市松山区民族国小陈冠明教练请出大会。
女子盾剑8强选手，请到第7场地准备比赛。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于第1场地要进行的是 U13女子军刀4强赛，请让我们欢迎4强选手及裁判进场。选手及裁判介绍，来自台北市民族国小卢欣彤选手。好，我们现在回到比赛的现场，现在在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届晋级到 U13女子军刀4强的4位女子选手，给他们一个简单但是又不失隆重的这个开场介绍。来自北投国小陈儒雅选手。来自个人组许恩宇选手，本场执法裁判钟成燕先生，吴义修先生，叶应缇小姐。林少君先生，各位观众，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为选手们加油！好，介绍了4位选手以及待会的执法裁判啊。那这个激烈的 U13女子军刀马上就要来展开。4位得以晋级到的选手是许恩宇、陈玉涵、陈露雅以及卢欣彤。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今年的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这个最低年龄是 U9， 最高年龄就是 U13。是。然后军刀又是3个剑种里面速度最快的一个剑种，所以呢，观众朋友刚刚看完这个我们的 U9女子盾剑哦，再来看一下 U13的女子军刀哦，我相信节奏上应该会差很多哦，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诸位刚才可以看到，就是场上就有4位裁判。对。那么他是每一组就2位裁判。是。1位主审，然后另外1位就是助理审的话，是。他会在旁边，因为应该有这个这个录影，所以他需要的时候会借助那个录影来判断比较微妙跟这个很细的动作。有的时候因为选手太接近的话，对。那个有的时候需要仪器来帮忙。对。好，军刀 C 把也是3种剑种当中节奏最快啊，也是唯一一个除了刺击之外呢，可以用劈砍得分的方式。对。那它的剑长呢较盾剑稍短，那有效攻击的距离为腰部以上，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他那个选手的这个电衣。包含手臂的部位啊，也是通电的，也是有效的得分效果。哇！而且他因为速度太快了，对，就根本就不用计时。是，对，不要计时。电光石火之间哈，头线掉了，它有一条导线。是。主审也是眼睛很锐利哈，马上就上去做提醒。刚才也跟吴老师提到，现在的小朋友这个身体都发育得很好，是才这个 U9、U13哦，你看他们的体格啊，各方面营养。
你面罩戴着，根本就像成人成人选手一样哈。对，真的营养充足，再加上这种比较现在有科学化的这种运动训练哦，哇，是选手们的体格真一代比一代好。而且观众可以看到，在军刀来讲，他的那个拨挡还击的动作非常明显。是，哎，因为他除了突刺之外，还有劈砍哦，所以他的变化动作性会更大。是，所以有时候有一些选手，他会出其不意的用刺的方式，把对方打得措手不及。对，因为一般都是砍啊、劈啊、挑啊，但是呢，偶尔他发挥一个突袭，用刺的，对，他有时候对方会愣住。是，那军刀就是需要那个0.几秒。没错，对。哇，漂亮！他进攻有几个动作，但是他抓到了最后那个动作以后，拨挡还击这样。哦，直接进攻了。所以在军刀来讲，双方的那个距离非常重要。好，双方持续得分后，我们军刀的4强会进行2个回合，第一回合抢8分，然后第二回合会抢15分，打满15分。对。然后因为节奏快，所以像吴老师说的，没有时间的限制。对。目前看起来玉涵跟欣桐打的是5-5开哦。对。有来有往。有来有往。对。果然能进入到4强，其实都不是弱者，水准都已经在伯仲之间了。是的。你看他刚刚就突然用一个刺激，哇，架住了，剑架住了，所以再打下来。对。那军刀如果同时打到2位选手打到对方的有效得分哦，我们的主审裁判依然会依这个攻击权来做判分。是，但是也是会有确实也会存在，就是说双方的那个攻击动作啊、时间啊，真的都太是真的太一样了。那个真的会有同时攻击，就不算这样子。对。你看2个人距离都拉得很开，因为那个攻击的漂亮。哇，这个架剑的精彩哈。对，他们拨挡，然后打回去了。所以在进退之间，不见得退是弱势，对，进攻也不见得是强势，对，完全是技巧。你看他右边的选手，他就是退的时候，他手伸得很长，在做防御。然后当左边的选手攻击他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距离拉开，看得到、抓得到他的剑做还击。对。好，这样子卢欣桐率先拿下8分哈，比赛会进行一个1分钟的休息，双方的教练也上来做一些提醒。对，因为临场有的时候是这个临场有时候就那么1分之差。对，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喝点水，然后调整一下，回想一下刚才哪一些地方可以做修正，然后就看第2回合哈，对，谁先抢下15分。其实教练在场下也要观察很多东西。对，因为毕竟打了1轮嘛，打了1轮以后，他会根据对方的动作，做战术上的调整。是。第6场地准备比赛。因为再怎么样子，选手在比赛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个人的动作习惯。一定。那这个就是如果教练发现了，就可以告诉自己的选手呢，针对对方的这个弱点去做。对，攻击。好，2位选手进入到第2回合哈，卢欣桐现在带着1分的领先优势。进攻得点。
哦，一瞬间，这个裁判就是认为对就没有了，对，同时攻击，没错，动作几乎一样。哦 ，Perry， 波挡，哎，两个灯亮，但是他是波挡以后，对方的剑才压下来的，所以，哦，一样的，是都是波挡。双方第二回合几乎就是一出招就亮灯的一个状态了。对，哦，对，跟第一回合打的方法有点变化了。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双方对有前不一样。对，刚才第一回合双方是有来有往，现在是双方就几乎集中在这个剑道的中间，就直接1到2招就会分出这一次交手的这个得点了。哇，对，看来这个节奏是卢欣彤的节奏哦。对，他抓到了那个，对，所以第二回合回来让陈玉涵的分数冻结在7分啊。哇，那这样子卢欣彤就以15比7拿下了这个进入到4强的第1胜哦。对，哇，第二回合回来，看来教练对他的指导是很有效果的哦。对，那他就已经至少是亚军了。很重要。这样子我们就恭喜卢欣彤，对，可以获得通往冠军战的门票。那在稍等会进行是另外2位选手的4强，我们来看陈恩宇还有陈露雅。许恩宇跟陈露雅2位选手的另一张门票，谁可以拿下？我们等待场边整理一下。好，精彩的比赛啊，马上展开。许恩宇选手他是以个人名义来出赛啊，所以看他没有这个代表学校。是。而陈露雅是代表台北市的北投国中。啊，进入到12月啊，北投也是大家开始泡温泉了。对，非常热闹。非常。我有时候去北投的时候找我家人，哇，那个路上的观光客很多啊。是。它这个是相当有历史的，是从日据时代就到现在。没错。那2位选手在今年的积分跟排名哦，我们可以看到陈露雅，她目前的总积分是52分，是这个组别里面排名最高的选手。那排名第2的卢欣彤有46分，她在稍早跟陈玉涵的比赛啊，也拿下了胜利，率先在这个冠军战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跟他在下一个舞台会师了。是，对。所以的确，积分就是判断一个选手下限值的基本了。所以是有些选手这打这种短期杯赛，他忽然表现得很好，但是积分就是一个他长期稳定的表现。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排名赛？因为排名赛是一个强度很大的比赛，是，所以能够打进前8或前16，都是相当经过考验的。是，对。好，也透过这个难得可以看到选手在着装的时候，观众朋友可以观察一下，其实他们的装备真的是蛮多的，包含这个电衣啊，外层的电衣，内层有这个极剑护胸啊、单袖衣啊、极剑上衣啊、极剑裤啊等等哦。哇，其实极剑运动的装备真的是分项很细啦。对，而且可以在电视镜头上看到他们的那个就是身体躯干的部分，对，会比较鼓起，是，就是它里面又加了一个护甲，对，所以其实防护度是很够的，非常够，对，毕竟是有持武器嘛，对，而且早些年
那个连奥运都曾经发生过那个很严重的意外。是因为毕竟这都是最高等级，他们即便是已经是用这种。已经跟当年这种决斗的性质不太一样了，但是选手们的那个力道啊，真的万一怎么样，还是会有受伤的风险。是，所以一个保护要很够。足。对，像在奥运就曾经有那个冠亚军的选手，因为打军刀嘛，对，那个力气很大，然后剑又断掉，哇，2个人就同时刺到，然后剑断掉，结果2个人都刺穿了，哇，受伤倒下来。那个是但是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就是不断的失误，不断的改进。现在的防护装备说真的非常好，而且也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材料也一直在进步。对，像剑条都是现在几乎不会断。对，它那个是Malaysian的话，韧度非常好。是。啊，所以这个运动经过这样上百年的发展哦，其实也是很安全。对，也是其实透过前人的流的血慢慢优化过来的。真的是。像早些年我们在国内比赛，那时候装备没有这么好，都还会有受伤。真的对，所以也是有风险的。是，对。好，那我们再看路亚选手，他在着装完毕哦，刚才主审裁判有帮他做一些协助。对，他现在终于把衣服都穿起来了。刚才装备好像是有问题，所以也都要确保万无一失哈。对，他应该有给他黄牌警告了，因为他上场不能够出问题的。对，所以赛前其实都已经有做这种装备的检录了。是他有黄牌，刚才应该有黄牌。好，那就赶快要振作心情哈，不要因为这样的突如其来的装备的一些小插曲，影响到自己原本的比赛心理准备状态跟节奏。是，因为这个年龄层的比较容易被影响到。没错。好，比赛开始。进攻，但是被波挡。哇哦！双方的突刺哦，对，弓箭步都拉得很开。对。许元宇快速拿下2分了。是，3分了。哇，3分！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虽然路亚是排名第1的选手，但是真的希望他不要被这些装备的差距有影响到。但是许恩宇因为是左手的，所以他刚才这几箭几乎都是占了左手的优势。对，左手剑客。对，因为他一波挡以后，对方的这个整个开放空间都在他的掌控，所以你看他都从他的内侧打进去，然后就直接攻击了。刚才虽然陈路亚有进攻，但是他的攻势他很快的就被他用左手在这个他的外侧把它架住，然后从内侧打进去。所以左手剑客真的还是有出其不意的这些元素哈。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节奏会被他打乱。对，你看又是一样，2个人都有出手进攻，但是他左手就是瞬间就把他的剑挡在外面了，然后做回击，加剑的同时就回击。许元宇今年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总积分是22分哦，是基本上只有陈路亚的1半都不到。对，但是从目前的比赛来看，他却打了一个8-0哦。是因为这个是剑路嘛。他一下子不熟悉他，对，不熟悉他，他就在打的时候就挥洒不开啊，是，挥洒不开。而且有时候也会因为选手的一些动作细节 ，maybe 就会有这种相克到的。是，对，我们说积分是一个广泛的，没错，你打一个广泛，平均值，对，打一个平均值，对。但是有时候你真的遇到一个哇针对性很强的选手，哇，他就是你的克星，没办法。是的，因为所有的运动都会有这种现象，尤其是竞技型的。对，他就把他克到了，对，不是说他比他厉害多。其实2个人有时候实力伯仲之间嘛，对。但是因为打到4强嘛，绝对是不差的，没错。但是有时候他那个因为那个他不习惯他的剑路，是，所以有时候他某一方会比较挥洒不开。没错。像刚才的比数都是几乎右手边进攻，然后呢，因为他左手剑，左边就很容易把它架开的再打。哇，难得。对。
攻击的这个。哇，路亚要加油！对，有1分，先稳定一下哈、哎自己的士气，因为1分跟0分，我觉得以这个成绩选手会产生自我怀疑。对，因为他现在有波档缓解了，他要开始慢慢找回到自己该有的节奏哈。哦，漂亮！他可能改变了他的那个稍微缓和一下，不然。大会报道 U13男子锐剑，以他的这个积分实力哈，照理说应该不止于此。是，不过今天确实装备的状况比较多。刚刚我们主审这样敲几下的用意是什么？他有时候那个，因为这是电子器材嘛，有的时候他就很敏感的，有时候压到了会短路了，对，所以有时候敲一敲，没错，就恢复正常。对。再加上军刀，因为速度快、动作大，器材确实很容易在比赛过程，刚刚前1秒可能还好的，下1秒可能就有故障。所以看我们的裁判团也是针对各个环节对，要做检查，对，都在做检查，也是确保比赛的公平性跟公正性。现在是得知是有线的接触不良。对。我相信我们台湾人在处理这个，只要有通电的东西不太良的时候，都先拍一拍、弄一弄，就好了。以前的电视机还有电视游乐器都是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先拍一下、吹一下。好，应该是恢复正常。好，比赛继续同时亮灯，但是得分给了恩宇。他那个右边的亮灯是慢了，他被波挡以后才敲下去，对。这一次就有波挡成功了。是，好，他现在把落后追到只有5分了。没办法，这是攻击权，攻击权。那个是左边的攻击，对。漂亮！哇，左手剑真的还是可以找到对方门户大开，而且许恩宇反应也很快。各位都可以看到，他几乎都是架开以后，从内侧就直接攻击得点。是，这一次进攻漂亮，进攻的。因为把对方的架开之后，刚好对方的那个胸部的范围就会在他的那个有效的距离里面。没有办法，这就是出手位置的这个左手剑客的这个优势。好，这样许恩宇已经慢慢一步一步。在第2回合被陈路亚拿6分之后，他还是把比赛节奏给掌握回来了。现在只差最后1分，他就可以拿到。已经，他退出去了，双脚退出去了。好，这样子把对方给逼出去之后，许恩宇以15比6完成了一个积分选手的下课上，击败了今年积分排名第1的陈路亚。然后拿下了通往冠军战的门票他即将跟排名第2的卢欣彤稍后在冠军战来会师，相当精彩的 U13女子军刀。好，那我们等选手们的这个着装还有场地整理，待会我们持续来看 U13今年的少年精英年度大赛 U13军刀的冠军会花落谁家？我们待会回来。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于第一场地要进行的是 U9 女子锐剑4强赛，让我们欢迎4强选手及裁判进场。选手及裁判介绍：来自义农国小林云轩小朋友，来自玉成国民小学杨国小朋友，来自维格高级中学附设小许书农小朋友，来自圣斋国小刘应杰小朋友。本场执法裁判王永新先生、黄家珍小姐。各位观众，让我们用再次的掌声为选手们加油！请选手复位。现在开始进行4强的第一场赛事。可以啊。好，3剑齐发，剑指荣耀的1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啊！刚才我们第一场带大家看到的 U9 女子盾剑，刚才预赛打完之后呢，现在即将我们看到刚才都有在转播镜头的4位选手，刚才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简单却不失隆重的这个入场仪式之后呢，好，现在马上由杨果跟林云轩2位选手要来争抢啊通往冠军战的门票。刚才包含了刘映洁、许淑宁、林于轩跟杨果，还有这个淘汰的李元桥。其实刚才他们的这个互相的击剑过程中，我们都有看到大概他们的程度在哪里。是，对。所以现在马上在4强啊，其实他们彼此也都不陌生了，因为刚才已经有过一轮的较量了。那现在很重要的刚才的胜负，对，现在就看看能不能用到现在的经验。对，用在4强哈，因为刚才这样一回合下来，对，可以看得出来林云轩哦，在这个组别里面实力是比较鹤立鸡群的。那当然，在今年的这个总积分排名里面，他也是排名第1的选手。是，对，所以他的积分跟实力在今年的这个精英赛，我们确实看到是有打出匹配的水准。没错。报告 U13女子军刀冠亚选手。因为这个在今年总积分排名第2的杨林燕选手啊，原本也应该要在今天出赛，但可能一些原因哦，他最终是没有出赛。是对，所以少了一个有力竞争者之外啊，就让云轩啊有可能就像我刚刚赛前说的，他会是今年 U9。这个女盾里面的大魔王，对，我们就看大魔王云轩选手还有杨果选手可以打出什么精彩的表现。刚才杨果很可爱哦，他出赛都戴着口罩，然后刚才他在介绍的时候，场边还有蛮多人为他欢呼的，看人气也是蛮高的。是啊，2位选手都在台北市的小学就读。看一下，没有得到。对，他以为他刺到无效部位。主审也提示一下哈。观众朋友现在看到盾剑哦，算是我们击剑运动3项剑轴里面最轻巧的武器。它的剑长也是最短的吗？老师？是，对。好，林云轩先拿下了1分。
好，刚刚同时击中的状况，裁判没有示意，对，双方都没有得分，都是亮白灯，对，都是亮白灯。看最后1秒钟敲键攻击。刚才林玉轩在双方靠近的时候，把对方剑瞬间把它拨一下，然后再刺进去。哦，又有了，对。看起来他的动作是这个相当稳健，打得很稳健。哦，可惜。而且我观察到林云轩哦，他重心都会蹲得蛮低的，然后包含这种突然的、突前的这种假动作，他会做到一些佯攻去诱骗对方节奏的这个细节。这是在这个 U9里面其他几位选手比较缺乏的。的这个技术面，他的动作蛮成熟的，对，像刚才那个长刺，对，就做得非常漂亮。好，双方的第一回合打到时间终了哈，林云轩带着4-0的领先，那就看双方的教练会给小选手什么样的指示。现在选手受的这个击剑的教育跟养成哦，都很成熟。是，老师早年应该没有这样子。没有，因为现在他们的资讯啊，还有他们教他们的教练，对，很多也都有继续在精进。是，所以那个完全不一样。对。你看，马上第一回合打完后，就针对很多的细节，针对性的在做说明哦。而且现在有很多录影器材，对，他如果录影下来以后，回头在训练的时候，他可以回放，然后检讨。没错，包含像我们这一次转播之后呢，比赛结束，我们的转播的素材也都会在 YouTube 跟我们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 Facebook 也都可以再观看，所以选手其实每年都可以看了自己成长。如果你有心去收集这些素材的话，其实网络上都是有非常多的。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杨果有没有办法从林云轩手上拿到1分呢？哇，双方刚刚那个剑快速的纠结在一起，他就拨挡，哇，这种对手真的是很难缠哈，你攻他，他拨挡打还击，然后你手他又忽然给你戳一下，是。哇，好，恭喜杨果，终于拿到1分了哈，心态上可以稍微比较稳一点了。军刀许恩宇，请到第8场地准备比赛。哇，他的那个箭步攻击做得很扎实。你看他已经用这样的招式，至少拿了4点。哦，漂亮，这一剑打得漂亮。杨果也必须要靠杨果这一剑打得很好，打得很好。他必须靠一些出其不意哈。是，这一剑打得不大错。会报告，因竞赛场地需配
带视觉证，请选手及教练全程佩戴。好，双方啊，对，就是这一点打得比较久。是。吃完之后，马上两个人不约而同都先赶快让剑那个弯一下。刚才应该是有行变道，对。有多数垃圾，请保持环境整洁，请勿随地乱丢垃圾，维持良好的竞赛环境。好，选手应该也注意到这个场边，哇，是对，拿下10分了哈。对。正想说这个许轩他完全可以用时间去做防守，但他最后还是拿下了10比2，率先在女盾4强拿下通往冠军战的门票。确实啊，他在这个组别里面实力是鹤立鸡群的。不过杨果也还是有1、2个play让老师很惊艳。对他那个有一些动作是不错。当然，这个路还很长，大家都在击剑的路上继续的精进。对，而且他们才U9，对他们才U9而已，这个发展还大有可为哈。对，没错。好，那在4强，杨果刚才输给了林云轩之后呢，另外一张冠军战的门票由刘映洁还有许淑宁2位台中市的代表，算是一场台中内战哦。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今年的 U9呢，冠军战会有一个台中代表来出赛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台北对台北，台中对台中。然后双方的胜者再来一个台中对台北的大战。是，刘映洁跟许淑宁今年在积分上非常相近，刘映洁排在第4哦，她有34分，然后许淑宁是落后她6分，排在第5。所以，如果我们以总积分做参考值的话，2位选手的实力也是在伯仲之间。对。好，映洁发动进攻。对，哇，向前突射很快。对，被波挡。对，有点可惜哈。他往前突刺的那个姿态没有把握的太好。对，被许淑宁掌握到反击的机会。两个有你不动我不动的感觉。他刚才犹豫了，就许淑宁就抢攻。哦，这件可以从底下捞上来。可惜，好，双方的第一回合现在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左右，57秒。
他前进，然后被右边的选手狙击了。对，比分顺是在刘英杰这边有优势哈。对，哇，双方又打了一波肉搏。对，现在刘英杰持续得分，是，对，8比1了。陈柏旭教练请至大会。陈柏旭教练请至大会。漂亮的防守。对。虽然比数有一点拉开，但是两个人还是打得很谨慎。对，他们两个选手的渐入风格是比较谨慎型的。现在是许淑玲进攻得点。最后抢攻，对，积极的前冲哈，这一次有得到好的效果。他刚才也有一个抢冲，但是被刘英杰打了一个反击。好，观察一下比赛时间，最后的11秒了。哇，打到那个感应的电绳都掉了。对。有时候在激战过程中，选手不会发现哈，就是要主审裁判来，因为看不见。对，看不见。哇。哦。这一分有给到刘英杰，那这样他就听牌喽。最后的5秒能够完结掉吗？还是要拖到第2回合呢？应该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哈。好，休息1分钟。对。时间跑完，好，那双方就。教练也针对一下选手的表现哦，来做一些说明。老师怎么觉得这2位选手的特点？除了我们刚刚说他们是比较谨慎型的，对，但是可能那个许淑玲她在动作上比较保守，所以刘英杰就感觉到她的攻势就比较多一些，对。而且刚才刘英杰有2个点，至少2个点是趁许淑玲她剑举太高了，举太高，她往前进的时候，她就突然间去狙击她，让她来不及做完成的攻势，结果就刘英杰就得点，对，她剑因为她举太高了，她压下来的时候，那个刹那被刘英杰抓到了。大会报告 U13女子盾剑8强选手赢到第2、第3是的，漂亮，有得分吗？没有啊，无效。哇，对，双方的很惊险，对，激斗哈，对，格挡完之后都没有选择再做突刺。许淑玲虽然落后，但是她还是有攻有守，她还是在逼对手，你看。哎呀！啊，刺到了无效区，对。双方整顿之后再来。缠斗，对，缠斗，哇，一样的，他刚才剑举太高了，还没压下来完成进攻的时候，那个刘英杰就狙击了。对，好，这样子我们就恭喜英杰哦。对，这个第2回合他因为刚才第1回合他就已经是9分听牌的状态了，所以第2回合就不用那么急躁。那最后也拿下了最后的第10分，得以晋级到冠军战。他在稍后呢会跟这个林云轩会师冠军战。
也会是一个考验哦。对对，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我会再回到我们转播场地的这个主剑道。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竞赛场内请勿饮食，除了水及运动饮料。谢谢。大会报告 ：U9 男子军刀初赛分组已公告，请选手到第4场地准备比赛。大会报告 ：U13 男子锐剑场地更正，冠亚选手请至第7场地准备比赛，34名选手请到第8场地准备比赛。坐旁边哦。
大会报告 U9 女子盾剑冠亚及3、4名选手，请到第1场地右后方集合。大会报告 U9 女子盾剑，台北市玉成国小杨果，台中市威格小学许淑平，请到第1场地准备比赛。
好，透过我们的转播镜头，您现在看到的是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哦。我们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女子盾剑季军战，发生在 U9 这个层级。我们稍早这个在4强哦，2位没有办法得以晋级到冠军战的许淑宁跟杨果选手，他们现在要来争季军战。今天这个组别一共有5名选手啊，也是从前面的预赛较量，然后到刚才的4强，然后到最后的2场季军跟冠军。执法的主审裁判是黄家珍先生。在这个级别，这个教练都要兼保姆，要照顾他们鞋带有没有松啊，没错，头发有没有扎好啦。对，教练兼保姆，没错。是。好 ，U9 女子盾剑季军战，我们来看哈。在 U9 的这个级别里面，积分，杨果目前是靠着40分哦，排在第3，仅次于这个稍早击败了他，然后抢先晋级到冠军战的排名第1的林云轩，以及排名第2，但是今天没有来初赛精英年度大赛的杨林燕，所以他算是这个组别的积分来说是第3人了。是，2个人继续在缠斗，试探对方。刚才有几次的近身，是，哦，终于有得分了哈，对，他从这个底下的分位进攻。好，对，杨果这个采取攻势。哦，缠斗之中，对，补刺了一剑，哎。杨果来自的玉成国小，在台北的南港区哦，是，其实他们学校也还对于这个击剑赛事的参与还蛮积极的，对，很久了，对，好多年了，哎。在今年的这个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哦，他们也有拿下名次哦。是，对，个人盾剑的个人赛啊拿下了第3名，然后军刀个人赛拿下第6名。就都是靠着杨果，是，对，所以他也算是玉成里面啊，这个学校指派出来的击剑代表了。目前有4比0哦。哦，漂亮漂亮！这一点那个时间差抓得很好。是，许淑宁刚一动，他就抢那个做他狙击动作。杨果很多反击动作虽然动作不大哦，但是精确度很高。是，像刚才那一件那个时间差就抓得很好。哎呀，近战。对，近战哦，最后把那个剑的弧度拉高，然后让剑尖去扫到电衣。是。好，双方的第1回合即将进入不到20秒的读秒阶段了。目前杨果有着绝对领先。对，但是许淑宁对终于拿下了1分。是，反攻了。
哦，双方会进行2回合哈，或者是谁先到达10分就获胜。杨果在这一局攻势比较多。哇，缠斗！对，你来我往，时间到。好，时间到，这样子杨果是带着7-1，待会可以进入到第2回合。相信在参加完这2天啊，这个12月第1周的精英年度大赛，选手们应该还可以再多拿一点积分吧？是，是。然后就会带着这个积分到明年2025年的赛程展开这样子。刚有跟吴敬德监事请教，就是击剑。我们说击剑的生态里面，这个积分赛上半年跟下半年的1击跟2击是所有选手一定不容错过的赛事。对。而且他们因为打积分嘛，那么每个人都会全力以赴，所以强度很大，压力也够，比较会进步。那如果有条件去做一些海外的移训或者海外的交流赛，以我们台湾的剑手，大部分比较倾向去哪一些国家比赛？现在很广，他们对到那个欧洲啊，欧洲或者是像亚洲的话，就韩国、日本啊，对，那也有到中国去做交流。是。对，随着这个从2020年的 COVID-19 一连串的密集封控之后啊，这1-2年总算大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之后，各项体育赛事的这个交流啊也开始恢复正常。是。所以现在很多俱乐部自己也会去，就说办这个交流啊，单独跟对方的俱乐部去办交流。了解。好，双方都亮起白灯，无效的攻击。不过杨果已经达到9分听牌的阶段了。看一下他最后这1分会怎么来思考。许淑妮也是强硬的反击哦，不想这么容易对让出胜利，这样的奋斗精神是我们想看到的。他还是要抢攻的，没错。成功，成功了，对，这一波打得很漂亮，即便现在分数上属于绝对劣势哦，但是态度要打出来。对，这运动精神，不放弃，永不放弃。哇，好近战，对，近战，哇，可惜刺到了无效区。哎呀，器材有问题，器材有问题，这场比赛的主审裁判赵伟成先生也是反应很快，他马上就发现有点异样，对，所以怪怪的做一下确认，现在应该 OK 了。漂亮漂亮！好，最后这个精彩的对向前突刺哦，对，杨果以10-2击败了许淑莹，也拿下了今年1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在他们 U9 女子盾剑这个组别里面的季军，相当不错哈。对，最后这一点进攻的很漂亮，一个绕剑，然后前进做突击。刺得很漂亮。
好，在刚才的季军战比完之后呢，我们的第一剑道也是有转播的这个剑道，马上要进行的就是 U9 的冠军之争喽。来看到来自台北市北投的立农国民小学的林云轩选手，对上来自台中市私立的圣斋小学的刘应杰。小选手 U9 哈，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年这个赛事年龄最小的一批选手。有点像是一边学习一边玩乐一边比赛的那个感觉。没错，其实以他们这个年纪，应该是就是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对，不要把胜负放得太那个哈。对对，先享受击剑。对。因为他们的时间还很长，没错没错，这个因为整个身体啊都还没有长开，所以也会随着成长，整个击剑的上限啊，整个动作姿态各方面都还有很多的变化性。最重要是培养他们这个兴趣，对这个运动的热好，继续从事这样的运动。它这个电衣好像部位有一些地方亮灯，有些地方亮白灯，对。可能有时候有些折皱的部分不过场边的教练刚做出了一个手势，是不是要给他更换一下呢？要更换一下要换，不然这样没办法比赛。是。好，那我们的第一剑道先稍作休息哦，等选手们把这个装备状况排除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场冠军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是，器材电子器材有时候就会这个未知性比较多。是，好，因为有时候刚才我就说嘛，刚才都比赛都好好的，可现在突然间要比了，不行了。对，因为那个金属电衣有的时候会有汗啊，或者是那个，因为毕竟还是会氧化。对。如果有氧化物在那边，那个剑就刚好刺到那里就亮白灯。感应的问题哈。对。刚好也可以透过着装，观众朋友可以得以看到哈，哇，一名击剑选手的装备是怎么样像洋葱一样层层包叠哦。是。穿起来的，哇，新的，对，新的电衣，拿一件全新的哦。对，新的电衣。哇，往下抛，接的刚好，穿新衣啦，开心。你看小朋友的衣服很可爱哈，对，不过他们可能也都是每个阶段穿不了太久，因为一直在长大。是。啊，它的内衬哦是有这个红色一格一格的。对，它里面是那个绝缘层。绝缘层。所以其实，在击剑的比赛场馆，我们那个温度都要调得比较低一点，确保选手是一个舒适的状态。对，哇，不然台湾的夏季那么热的话，哇，对，他们这样一层一层穿起来，其实也是蛮难受的。啊，今年2024在巴黎奥运哦，这个巴黎大皇宫 Grand Palais， 哇，击剑运动让大家看得很过瘾啊。是，对。在这个跟击剑运动有着深厚渊源的比赛场地，又贯实这个 ESG 永续精神哦，利用不是说像很多地方办奥运，到处盖新场馆，而是利用巴黎本身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他们既有的这些文化古迹，去做内部的这个重新的翻修，然后作为比赛场馆。我非常喜欢这种在很有文化底蕴里面比赛的感觉。对，很有临场感。对，很有临场感。加上今年我们的台湾击剑王子陈义通哦，他最后是止步于盾剑项目的32强，但还是让很多人看到了台湾未来这个击剑的希望。是的，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应杰跟云轩啊，继续好好培养下去的话，说不定未来也都有机会代表台湾来这个为国争光。对，
以后的国手就在他们里面了。里面了，哎是，所以人家说儿童是国家的根本。没错。刚才刘映洁因为电衣故障，所以那个不合格，所以裁判刚才虽然换新的，但是他还拿了一个黄牌，是判他一个黄牌。哦，哦，换了一个姿态哦，对，把剑往上举，是起了一个高姿态，对。因为他有身高优势啊，对，他可以这样子，重心压得很低，哇！双方激烈的缠斗，啊！刚才两人打了一波缠斗，最后分数给了刘映洁，是，因为他最后剑有钻进去了，对。应该有这点。对，剑有刺进去。这是林云轩擅长的攻击模式。是。大会报告，请 U13女子金刀前8名获奖选手到。哇，这缠斗，对这一波连续打了2到3个回合的交锋哦，双方都没有取得结果。刘映洁发动，哇，这一点对有，因为攻击权在刘映洁这边。对，刘映洁这边这一局好像他们两个林云轩相对还打得比较保守。对，林云轩都是用这种简单快速的突刺得分，而刘映洁都在缠斗之间的这个烂仗哦得分，好，不过现在比赛的节奏开始有点倾向林云轩这边了，连续的快速突刺哦，靠着自己身高跟臂展的优势，在这个比前突刺的部分，他的体型在这个组别确实是比较占优的。对。时间到了。哇，第一回合这一分打的是两个人就是你来我往的，对，蛮精彩的，也是一个低比分哈，现在只有4比2而已。那就看场边的教练给选手一些观察之后啊。大会报告 ，U13 会做什么修正？4强选手请到第1场地右后方集合。有时候像这个级别的小朋友在场上，如果比赛一旦比较偏离他预期的发展，有时候他会慌。对，所以这个1分钟的跟教练的安定作用就很重要。是，至少待会第2回合回来，他比较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对，因为教练这个时候是很场边指导很重要。是。大会报告 ，U9 男子锐剑初赛分组已公告，请选手到第7、第8场地准备比赛。还有 U9 女队的冠军战，最后2分钟的悬念即将开始。一上来双方就同时刺中，对，分数给了林云轩，他有进攻权。漂亮，对，绿灯亮的比较快，这时间差抓得很好。又来一个，裁判刚才都判同时攻击。
这场 U9女盾冠军战的主审裁判是黄家珍女士。大会报告 U11女子军刀，文德国小林云珍，请到第2场地准备比赛。亦步亦趋啊！对，你进我退，等了很久。但是对，结果被刘英杰很好，对他很沉得住气，他很沉得住气，嗯。而且刚才这一点得得很漂亮，他就利用林云轩脚正要踏出来那一瞬间，对，他就狙击就得点，很漂亮，那个时间差抓得很好。哇，缠斗，感觉上林云轩相对还这一次打得比较保守，不像他前面4强跟我们看到的预赛的时候那么的强势哈。对他打得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现在随着分数又被拉近，对，也会自己也会比较紧张一些，很精彩，比数接近就很精彩，对，没错。哇哦！好，这一分对他来说很重要，信心，因为他把剑绞开了。好，弯一下，弯一下，弯一下。哦，看看裁判。还给了林云轩，哦，还击这一点很漂亮。啊，信心又回到了林云轩身上了。刚才那一点还击的很好。对。好，刺到了无效部位，应该是刺到了刘映洁的右手臂的上方哦。对对。哟，这次就钻得很好了。好，来到听牌的第9分了，看得出他脚步都充满了雀跃的兴奋感。好，信心打出来了。最后这一分，激情抢攻，双方都刺到了无效的部位。哇，对，进攻了。对，林云轩自信心冲高的表现就看出来，我们恭喜他，最后以10比4击败了刘映洁，拿下了今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U9女盾的冠军。哇，吴老师怎么点评这场比赛？就他还是动作扎实啊，一路走来，虽然他刚才有一点前一回合比较稍微保守一点，但是他可能后来休息以后，教练给他信心，现在就改变了，有一点改变打法，比较抢攻，所以他刚才有至少3点都是进攻得到的。对，尤其是我们刚刚看他从4分开始有点卡住，然后5分的那个时候打的有点之后呢，连续得分之后，哇，整个人那个气势跟状态又找回来了。是。对，我们再次恭喜这个云轩小朋友。那待会呢，我们主播台也会请到他来做一个简单的赛后访问，跟他聊聊这个获得冠军的心情啊。那观众朋友稍等一下，待会回到我们的主播台来看冠军访问。好，现在在我们场边的主播台呢，为您访问到的是今年拿下 U9女子盾剑冠军的林云轩选手。云轩，恭喜你！恭喜啊！对，刚才跟这个
应杰的比赛，然后你们第一回合你是4-2嘛领先，然后第二回合回来，刚才在场边教练跟你交代了一些什么要调整的部分？就是交代了攻击跟防守，就是再加强一些的。再加强一些。那你觉得自己第二回合有哪一些部分做得比较好，最后可以获胜呢？2个都有。2个都有啊。那云轩也是今年这个在你们 U9这个组别里面积分排名第1，那来参加今天的这2天的比赛，也会是这个今年最后的一场比赛。你对自己明年有什么期许吗？希望就是U11能打进8强或是4强，最好4强。那对于今天跟其他这个组别的小选手切磋下来，觉得今天大家的表现怎么样？还可以，都还可以。好，那我们再次恭喜你哦，也期待你之后的击剑表现越来越好。OK， 好，那我们谢谢场边的云轩选手的赛后访问。那我们做一下场地整理，待会为大家送上更多的赛事。我们现在颁发 U13女子军高我们有请中华民国击剑协会谢家龙监事为我们颁奖。第8名，新北市三重区三光国小黄宇堂。第7名，新北市三重区三光国小薛雨晴。第6名，繁星击剑学院李维宁。第5名，台南坊东海大学附属高级真人学校张子怡。第4名，个人组许恩宇。第3名，台中市雾峰区雾峰国民小学陈宇航。第2名，台北市北投国中陈路雅。最后颁发第1名，台北市民族国民小学卢欣彤。恭喜以上获奖选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于第一场地进行的是 U13女子盾剑4强。让我们欢迎4强选手及裁判进场。来自 Offenses Club Allison Chen， 奥林击剑邱以晴，台北市忠孝国小蔡新璇，Defensive 杜成威，裁判王永兴、张丰明。请各位观众，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为选手加油！裁判，请开始比赛。好，目前在我们转播的第一剑道要进行的是 U13女子盾剑的 semi-final 4强赛哦。我们看到来自奥林击剑的邱以晴要对上 Offenser Club 的 Allison Chen。Allison 中文名也叫陈平瑜哦。他选择用英文名来出赛，也是比较蛮有特色的。那在他们这个组别的话，今年的积分呢，第一名的是于庆玉选手，但是今天他没有走到后面。请勿穿着短裤，谢谢。那第2名的邱以晴，然后第3积分排名的 Allison， 也都有晋级到4强的舞台。好，同样是盾剑这个剑种哦，刚才我们才访问很可爱的这个 U9 的林云轩小妹妹，她获得了 U9 级别的冠军，她也希望自己呢之后在 U11能够继续表现。那我们再看这个稍微年龄比她稍长一点的姐姐们，在 U13哦，这个其实也才差不了几年的成长，其实在体格跟技术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是，对，我们来看。邱以晴对上 Allison Chen。吴老师通常在跟一个从来没有交手过的对手对阵的话，你一开始会透过哪些动作去观察他的特点？基本上都会用试探性的敲剑，试探性的敲剑，对，然后加上也许做一些假动作，比如说脚步啊，或者是身体啊，做一些假动作，然后呢诱发看看对方的反应怎么样，然后再根据这种来研判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攻。到位报告，请场上非比赛的选手跟教练，没有挂教练牌的教练，麻烦请离开比赛场地。请第2场地后方的教练请离开比赛场地。目前第2场地进行女子军刀小组预赛。在过招的时候也都会有架剑哈，比较多次密集的次数的架剑。parry 格挡的那个速度也更快。对，因为它距离漂亮。看来邱以晴是比较多的攻势，对。他进攻拨挡又还击。这个攻势都打得很漂亮。是。
他都是敲键，然后前进，然后刺。战术的设定上蛮明确的哈，看起来也都还蛮有效的。对，哇，双方刚才剑一度互相那个施力点卡在右侧，举不起来。对，最后就是那个艾利森就把剑抽下来，得点。哇，快速6比1喽！是因为好像邱以晴采取是比较压迫式的打法，他一直在过中线的地方逼迫对方。他小半步的一直前进。对，做节奏上的迷惑哈。是。但是这一次被艾瑞森拨挡了。精彩，我们看到在打到 U13这个层级，他们在肉搏的时候，他们也会利用前后的移动哦，去找出那个空隙，不像刚才 U9小朋友，他们肉搏的时候基本上脚就定住了，就是靠手在那边在挥这样子，是，对，所以成熟度啊还是有差，对他们距离的保持，对他们的这个距离感已经抓得很好了。击剑运动其实也可以看作这个选手们的剑哦，就是他们手的延伸。是，我们说这个如果是打 boxing 拳击，你要出刺拳去抓对方的这个距离感，很重要。那我们击剑一样哦，是用剑去做你手部的延伸。是。好，感应一下，确定没有问题。因为他认为他刚才那一剑有刺中。对。对。好，场边教练是否有跟主审稍微交流一下意见？这场比赛的主审裁判是王永兴先生。哇，发动攻势，又得分了。对，如果说这一局邱以晴比较采取压迫式的打法，他一喊开始以后，马上就小步的就过中线。好，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刚才我们看到 U9是打10分，而在我们这个组别会打15分。对，帮忙弯剑一下哈。这个是技术性的暂停。是。对，面授机宜，利用弯剑。其实他们选手自己都可以弯的。对，我觉得就是要善用规则啦。没错，对。这也是一个比赛的一个教练的技巧。是邱以晴比较采取攻势。好，现在来到了12比13哈，双方有一个暂停的机会，教练也做一下指导。镜头现在带到的是 Allison， 他这场比赛打得很强势。吴老师觉得，如果你是在教练选手这个时候，如果处于落后的状态，你突然会给予他们什么样的
不管先不从技术面来讲，在心态面，你通常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这个时候在临场，其实就是要靠平常的扎实的训练。嗯哼，对，因为他比数拉开的时候，他就表示说他暂时还没有找到对方的破绽。对，那就只有步步为营了，稳扎稳打，只有这样的，靠平常的训练。靠训练哈，训练骗不了人。对。一切都还是回归到训练量哈。是，对。因为他们已经到了 U13了，所以那个经验跟作战的那个怎么讲？因为还是一样的，作战的那个临场感是的控制，还是都有一定的水平了，就是要靠自己在最后能不能稳下来。对，教练只能给你一个方向，是，毕竟在场上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选手自己去解决问题。对，因为你的对象就是你的对手，那你要观察对手，从他刚才哪怕你是输掉了点，你要感受到他是怎么打你的。大会报告 U9 男子军刀8强选手，请到第3、第4场地准备比赛。场边似乎有一些状况哦。对，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要主审裁判王永兴先生在做场边的示意哦。对，好像场地有一点问题。好，刚好也给了2位选手稍微喘息的时间。对，不过这也是考验啦，因为正在比赛进行中，节奏受到影响。会。我们请到中华击剑协会以中台继续掌握。好，那观众朋友等待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主审还有我们的场边的 FD， 他们在确认什么样的事宜。我相信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应该也都是希望第一见到所有的状况都是最公平、最公正的状态。是。台北市忠孝国小吴佑港，第6名忠孝国小刘宇乐，第5名斗鱼击剑俱乐部陈义勋。刚才的那个标上侧，左边应该是 Alison， 右边是邱雨晴上方。第4名齐天击剑王怡妍。第3名台中市环理模特安利研实验教育机构王妍希。第2名台北市忠孝国小张玉桥。应该是这个第一见到哈一些感应的部分，最后裁判拿了一些电线出来。金华国民中学宋纯燕。好，确保整个剑道上的通电都是顺利的哈。好，那2位选手的比赛即将恢复。比数现在是12比5，领先的是画面左方的 Alison Chen， 在画面右方的是邱以晴选手。连续的碰撞、试探，最后刺在无效的位置，稍微些许可惜。哇，卡在一起，这个时候不能用另外一只非惯用手去推对方，不可以。U9男子军刀复兴小学马伯成、文德国小蔡平汉，请到第3场地准备比赛。哇，这一件邱怡晴狙击得很好。再抓下1分。因为刚才艾莉森距离太近了，结果反而他自己剑动不了，结果被邱怡晴狙击。选手王金芬选手，你的选手证在大会出来，请来大会出任，谢谢。
邱晴不断的出剑试探，对 Allison 拨掉之后，空隙被他瞬间逮到，所以还是要基本功，他不慌不忙，他还是抓到那个 Allison，对他刚才前进的时候手把剑举太高了，是瞬间邱以婷就举起他，对，这种反应是只有临场选手自己去做反应。哇，好，这一分对艾丽森很重要哦。对，他刚才陷入了得分荒，还被邱以晴反追了几分，现在来到听牌的14分了。哦，还是有攻有守。对，有攻有守。对，他拨挡还击。哦。吃到剑都不然这一件很漂亮的，但这一件很漂亮。调整一下身上的装备哈，感觉这个线有点缠在一起，对，缠成一打太激烈了。对，哇，好，进攻关键的15分，这样我们恭喜 Allison 哦，以15-8击败了以晴。可以拿下通往 U13组别的冠军战哦。好，那在这2位选手比完之后，待会要争抢另外一张晋级门票的就会是杜成威选手来对上蔡欣璇。那蔡欣璇也是这个大会中华民国击剑协会选定的本届的精英年度大赛的亮点选手。我们待会回来看一下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在4强舞台。大会报告，请 U9女子盾剑前5名获奖选手，请至舞台左侧集合，谢谢。好，在这一场第一剑道进行的 U13女子盾剑的4强之争，刚才在 Allison 击败了邱以晴，率先晋级到冠军之后呢，另外一张门票由杜成威选手来自 eFencing
对决来自台北市忠孝国小的蔡新璇。新璇也是本届被中华民国击剑协会选为的这个赛事亮点选手，因为他是112年全国精英年度大赛，也就是去年的 U11金牌哦。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去年是出赛 U11，今年要出赛 U13，当然会要面临到这个年龄比他更大的选手，但是目前能进入到4强，看来他的水准还是在这个组别也是佼佼者。包含在今年的第2次少年击剑锦标赛，他也是拿下了 U13组别的金牌哦。那他最喜欢的击剑选手是杨景曼，也以杨景曼选手作为这个学习的目标，持续来精进自己的剑技。好，双方的第1分迟迟没有出现。金璇把剑哦挺直的做一个威胁的姿态，是对。然后陈威也想办法格挡，然后去突破他的中路哦，看可不可以找到漏洞刺进去。哇，第1分终于出现了，由杜成威率先拿下。哇，稍微左手。哇，精彩的对剑啊！这一剑回击的很漂亮，而且蔡依璇采取的打法是可以观察得到，他的那个剑伸得很前面，他利用那个剑把那个距离拉得很开，对他基本上就直挺挺的把剑架在那个位置哦，所以对方要找到空隙或骗开他的剑都不太容易。对，他基本上就是让剑呈现一个90度，能挺在很前方这样子，做一个威吓式的的姿态。是，所以2个人打法上是不太一样。好，分数上目前是偏重在蔡新璇这边。我们请到中华击剑协会谢家荣剑士连续的突刺哈，2个人基本动作都很好，对，波挡还击、波挡也都做得很好。比赛，敬礼。比起前一场，这2位选手属于是比较低比分的防守战，对。第1回合已经进入到差不多30秒的阶段，现在只有1分之差。台中市私立维格高级中学附属小学许淑玲选手，哇，连续的后退，不让对方的剑靠近有效范围。两个人都很谨慎，但是从他们的这个架势，你会2个人打法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用高剑位，一个是用中剑位来打，对。刘义杰选手，最后刚刚冠军台北市北投区立农国民小学林瑜轩选手。哇，这样子 Round One 的比赛打完，双方是3比3平手啊，两个人都很谨慎，对，非常谨慎。那就看
这1分钟的教练指导哈，看可不可以谁先抓到一个突破点。对，或许就会是这场比赛获胜的关键了。因为目前双方就像老师说的，一个高键位，一个中键位，但是都有办法取分，而且是势均力敌的状态，所以看教练的观察，两边谁先露出了破绽，比较有效，他们去做进攻，那或许就会是我们 Round 2第2回合回来这个获胜的关键啊。是，因为看起来如果他们维持刚才的节奏，应该打不到15分，就是看最后的 Round 2的时间，没错，结束完谁分数高谁赢这样子。对，因为他们两个都很谨慎，所以那个时间的使用上就会比较长。对，长的话比数不容易很快的达到15点。好，短暂的教练指导完后，最后决胜的3分钟，双方都是3分。好，双方的初级，主审裁判判给了是杜成威的得分。这场4强赛的主审裁判是张丰明先生。对。继续谨慎，你1分我1分的。是啊，哦。大会报告：今日比赛场地设有垃圾桶、请保持环境整洁，请勿乱丢垃圾，维持良好的环境，谢谢。哇，往前突。比较少看到新璇做这样的追击哈，他这场比赛大部分是以防守的姿态，但刚才又往前突，但是被陈威打了一个反击，所以双方现在有2分差了。他现在用身体的假动作去骗出对方的那个破绽。双方都有这个盾步哈。对。还有包括那个，你看他用，杜成辉用身体就是做假动作。对。慢慢把蔡新璇逼到剑道的后方了。是。好，裁判示意他要稍微退，刚才位置逼得太近。是。啊。好，赶快把空间争取回来一点。双方现在回到剑道的中线。哇，连续的突刺都被杜成威给挡下来了。好，裁判示意一下双方的站位然后再恢复比赛。跟进，哇，打到位置都偏差了。哇，这1分有，他刚才进攻有吃中，哇，不容易啊！这1分打的也是蛮辛苦的，对，花了蛮长的时间才取得1点。大会报告 ：U9 男子锐剑8强选手，请到场地就位，准备比赛。哦。可惜哈，刺到了无效。对他把他闪过以后没刺到无效，不然那一件是闪得很好的。那个闪身的回击其实蛮漂亮的。再来一个，这一次有了，对，波挡。我给了一个黄牌。老师觉得刚才的黄牌的问题是什么？他近身的时候，他手的动作好像有那种，就是说去准备要去遮蔽的那种嫌疑，所以裁判判他黄牌。
所以在击剑运动那个另外一只手非持剑手，其实也不能有太多动作哈。是。一方面那只手因为也没有遮挡，也比较容易受伤在那一只手。而且他如果有什么动作的话，就变成他在遮蔽，利用那个没有拿剑的那一只手去当做一个遮蔽这样子。好，随着比赛时间1分1秒的流逝，现在杜成威握有2分的领先。蔡清泉还有机会吗？有，还有机会。他现在还有1分的落后，但是剩下最后的7秒，很紧张，这1分会非常关键哦。他们要进入第3轮了。因为分差太靠近了。对，因为他们是 U13，所以他打3轮。对。哇，这样子，蔡清泉从去年在全国精英年度大赛，他当时年龄还可以参加 U11的时候，他拿下了金牌。今年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要打 U13了。陈义琛，请到大会检。想要再拿金牌，就难度会比较高，因为同组别有比你年长的选手，而且对手都是也是一关一关打上来的。参与比赛的选手及教练是3楼，观众请观赛，谢谢。哇，旁边的教练也是教练比他们还急，对，直接连剑都拿起来做指导了哈。教练比选手还紧张。好，看一下第3回合。哦，漂亮漂亮。7比7的比分。这种比赛很紧张，也很刺激，分数双方都咬得非常的紧。对，而且你看2个人都是非常谨慎，不轻易出招的哈。是。大试一下，刚才刺，好，对，刺一下 ，OK， 这样是有亮灯的。因为刚才杜成威觉得他应该是有效刺激到，但是没有灯号显示，所以他示意要做一下测试。是，都是亮白灯的。这次找到了漏洞，对，终于不然蔡清泉一直把他的剑架在中间，顶着杜成威不让他往前突进，他要有效的拨开，再去找空档，刺穿进去。
好，观众朋友，这不是镜子画面了，是，这真的就是两位选手非常非常的谨慎。对，对。哦，哇，可惜啊，又是打在了无效的位置。哇，双方已经打到这个交换站位了，大会报告 U11男子盾剑冠亚及34名选手，请到第5、第6场地。哦，对，有分，这一分给了蔡新璇，然后双方回到剑道的中侧，重新开始。还击得点，对，杜成威很难接受啊，他觉得都已经机会出来了，怎么会被对方给找到了反击的机会？现在蔡新璇反超比分了，对，所以两个人心脏都很强大。哇，敲剑进攻，对，9比9，咬得很紧，真的咬得很紧，很精彩。鞋带松了，对。稍早比赛也有看到选手在打，因为很激烈，所以打到鞋带都松掉了，是的，绑一下。哇，紧张到鞋带都忘了怎么绑。不要急哦，缓和一下。虽然这个时间点剩下。第3 round 剩下23秒，双方都是9比9。任何节奏的变化都可能对选手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好，我们就看这个鞋带插取回来，最后的23秒，有没有其中一方可以取得优势呢？10，好，最后的10秒倒数，双方维持不动啊！哇！最后没有亮灯，应该时间已经跑完了。对，现在就抓阄，最后一点。对，哇，这样更刺激呢。对，就1分钟，然后有优先权。哇，裁判旁边的教练团也是、那个杜成威的。哦，杜成威的进攻权吗？对，就说如果时间到又分不出胜负，就他赢了。就他赢了。对，哦，哇，漂亮，蔡新璇打得很沉着哦。哇，这个比赛真的非常有看头。他有点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他感觉自己太照进了哈。是，你看，哇，这都是经验成长。是，就像老师说的，就是这么关键。抓阄的时候是优势在他。对，哇，应该小朋友可能已经哭了。对，可是你也知道，这个对方他的心理也是很强大的。对，因为他没有受到影响。对，他还是一样的拨挡还击。对。他持续持那个中间位，然后趁你照进的时候，门户大开的时候，是打了一个反击，哇！那也希望陈威在难过之后，要吸取这一次的宝贵教训哦。那这样子，因为他还有一场要打。对，这样子就把蔡新璇送往了通往冠军战的门票给了他，他即将跟 Alison Chen 在稍后的冠军战来会师哦。
那陈威很可惜，他就要跟邱以晴来争夺季军战了。好，蛮精彩的一场 U13女子盾剑的4强。我们的第一赛道来做个休息，待会有更多精彩的比赛。大会报告：因对赛场必须佩戴识别证件，选手及教练全程佩戴识别证，谢谢。大会报告 U13女子盾剑，奥林击剑邱以晴，1分醒，杜成威，请到第1场地准备比赛。
雨晴，上了上了。好，再回到新北市板树体育馆，今天周六跟周日连续2天哦，在这里进行的1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刚才的 U13女子盾剑的4强哦，我们看到了这个杜成威选手啊，他跟邱以晴选手即将要展开对决。哇，刚才这个很精彩的宙死赛是杜成威跟蔡欣璇哦，双方是打到了这个1分钟的加时，然后宙死赛之后，哇，我只能说，就像老师刚点评的，这个成威哦，在防守的那支箭的位置哦，稍微距离自己的身体远了一点，是，所以被蔡欣璇逮到了机会哦，在1分钟的加时宙死赛拿下了那关键的1分。是的，我们看到赛后他情绪也很激动，对。但现在在听教练讲话的过程中，感觉他也是眼眶有点湿润。是。但我们也希望他心情赶快平复下来，因为比赛还没结束，就是他还是要跟邱以晴来进行这场季军战。我说比赛就是有很多难以预料到的发展哦。是。对。我们常常讲，就是它跟棒球一样，棒球是圆的。对。然后这个箭，你的对手是个活的对手。是。所以他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模型，有时候会出其不意的。好，那就考验陈威哈，在刚才的失利之后，对他的心情波动影响比较大，但是回到了剑道上呢，就要冷静处理。是，对，来看e-fencing 的杜成威对上邱颖晴，来自奥林击剑。因为这种压力啊，也都是一种选手的进阶的考验。当然要顶住压力，才有这个更上一层的机会。是啊。好，亮灯都没有问题，双方的电衣设备都好。那马上比赛就开始，这场比赛的主审裁判是王永兴先生。刺到了，但是无效。是，对，刺在了腿部、腿腰那边的位置是无效得分的，因为在盾剑3个剑种当中，它的攻击范围是最小的，只有上半身的躯干有效。波持续的去影响对方剑的位置，找机会突刺。有吗？看亮灯，但是应该是无效。是无效。哇，这个漂亮哦，这个突进有。双方都有这种大跨步的长刺的突进，但是都还在找对方的距离感。对，请到第3场地准备比赛。哇，邱颖琪的反应很快。常常在杜成威要发动攻势那一瞬间，他就先给你打断。是，好，这次是终于有，对，终于有了，抓到很重要。空档。对，这1分很重要。同时亮灯，但对进攻权给了杜成威，所以分数加在他身上。是。
邱以晴前后跨步，前后跨步这样，看了肢体动作看起来是蛮放松的。对，对他没有说压得很低或者很紧绷，他是这样前后跨动，让自己处在一个放松跟灵活的状态啊，不要僵直。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剑道上的舞者，有没有在 dancing 的感觉？是，对。不断的去碰触对方的剑，哇，这一剑闪得很漂亮。杜成威，对他利用那个邱以晴在剑要转下来的时候，那个空档，他一个半转身就突击他，是以逸待劳，以守为攻，也取得了好的成果。连续的招架哈，对，感觉上，因为这是季军赛，对，两个人就压力比较释放，比较平静，所以他们的打法都会把时间用满，你看。并没有很强速度的去抢攻或者是晋级。好，最后5秒的倒数，现在3-2，杜成威1分的些微领先。好，把时间跑完，双方最后没有出剑，那就看待会教练会有什么样的观察之后，给2位选手的一些指导。4强选手请到第8、第9场地准备比赛。杜成威这边哈，跟他的教练是对，应该是在讲说刚才几个，因为刚才双方在场上的情况，大部分是邱以晴不断的去拨弄杜成威的剑，是对，试着去影响他的姿态，然后再去做攻击，而杜成威打了几个蛮漂亮的防守反击。所以可能教练在跟他讲一些细节。因为教练其实很重要，要帮选手看对方的他的动作的破绽啊，有什么习惯动作啊，可以利用的。陈义珍，请到大会检录。好，1分钟，交代事情完毕。双方 Round 2的3分钟，看看会不会继续让势均力敌哦，又进入到另外一场这个加时的宙死赛，哇，那就很刺激了，对。好，2位选手在等待主审裁判回到第一剑道。他刚才应该是离开去处理一些大会的事情，那教练就继续交代事情吧。连续2天的赛事哈，像有些选手也都是报名不止1个剑种，是，在这场季军战打完，会有冠军战，
冠军战由Allison Chen来对上蔡欣璇。那蔡欣璇就有报女子锐剑跟女子盾剑2个组别，她都报。是，选手有时候因为他们还在成长阶段嘛。好，刚才是因为这个遥控器没电哦，我们主审去换个电池，确保仪器一切正常，那比赛就开始。漂亮。喂，不行，我看到主审裁判的动作，遥控器还是有点问题。是。好，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哈，因为它那个 remote controller 其实跟电视机那个有点像哈，有时候判别分啊，加什么一些灯号是由它来人工操作。那有时候就是这样，刚才都好好的，对，一下子就出毛病了。对，可能下次我们那个多买几包乖乖放在旁边，有必要，有必要，有用哦。台湾因为是这个半导体很重要的这个产地哦，然后机台众多，所以在这个工程师之间都留着这个放乖乖来保机台的这个都市传说。包含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个转播赛事啊，很多因为转播赛事也是转播团队去到各个地方为大家服务，那有时候仪器啊、机器让设备搬来搬去哦，也常常会有问题，所以也都会放几包乖乖在这个机器上面。有些事情也是很奇妙的。对。好，所以我们看到哈，场边也有这个技术人员在帮忙做确认。这个情形很少见，很少见。最近的比赛几乎很少见到这样这种这种器材上的这个出这个状况。像这种机器现在大概都是从哪些地方？都从进口。对。然后它跟整个赛道的通电系统这样一整个配套，目前还是德国的厂比较被怎么讲？很多厂家啦，对，但是呢，就德国厂会比较品质啦各方面可靠。所以主审裁判老师哈，平常这个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按那个感觉也跟他感觉有点像，很辛苦。好，应该是排除了吗？看一下。哦，再确认一下，不能有任何的疑虑哦，不然选手等于是做白工。好像是那个计数器它不运作。也是啊，计数器的使用是最频繁的，因为它一下停开，一下停开，对，读秒哈，所以可能常常按，那按钮是否有失灵或者是感应不良，这个就平常都没事，然后有时候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好，那选手是不是把握时机回去跟教练做沟通，或者干脆坐下来休息一下好了，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好，两个选手也回到位置上哈，坐下来稍微缓和一下，也是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思考一下，回忆一下刚才 Round One 对双方的一些。老师过往在参加赛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技术问题？很少。现在刚才这个状况很少碰到，几乎没有。好，今天就碰到了。对，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技术
故障的问题啊，赶快尽快排除掉，让对，因为一般已经知道说，如果是遥控器的问题，那大概更换一下电子或什么，但是很少碰到这样子说要这么难修复。女子军刀4强选手，请到第2、第3场地准备比赛。好，那我们为了确保赛事的公平性哦，我们继续等这个技术组把故障给排除掉，我们再回到 U13女子盾剑这场季军战。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就先再把它放回去吧。刘启晴，好吧，就用那个好了。对啊，因为他那个。就不要跑那么远了，你过来中间一点，要不然待会就叫他们去买啊，那怎么办？对啊，大家就不撵了，就不撵了。3、4，放菜可以吃一下。好，在这个故障排除之后，好事多磨的这场 U13女盾季军战，我们再回来看陆晨威跟邱雨晴的对决。哦，因为等待的时间有点久，可能那个状态重新慢慢要找回来一下啊。比谁能够更快进入状态，也会是成为这场比赛啊很多这个突发状况的随机应变。
无效哈。现在对杜成威还是有2分的些微领先。大会报告，请 U11男子论剑前8名获奖选手到舞台左侧集合，请选手穿着剑服、队服及运动鞋，请勿穿着短裤，谢谢。邱雨晴这几波攻势哦，都是由下姿态，对，比较低的这个姿态，然后去往上挑，去尝试做进攻。他剑的位置放的比较低哈。是的，让杜成威从视线上比较不容易去判断他的出招方位。哇哦，这个波挡还击，他也刚才那个就是利用他的那个身高脚长，所以他缩回来再抓住剑再还击。对。大会报告，请非比赛的选手请教练至3楼观众席观赛。哦，好，第2 round 又进入到1分钟以内的读时了。是，双方在分数上还是差不多维持在2分之差。那邱雨晴的节奏还要放得这么慢吗？现在分数上对他是不利的。杜成威还是比较采取攻势，哦，又有了，对，他比较攻势上比较多。同时亮灯给了他挡，他挡邱雨晴进攻，但是他架了他的剑，又很快就还击了，还击，所以他的得点。哇，连续2分！哇，杜成威一瞬间把比数拉开了。对，就在这个1分钟之内就把它拉开了。哇，那场边教练还要再做一下调整了，因为刚才邱雨晴看他一直这样前后步的试探，对，但是本来很焦灼的，我看得出来他是蛮轻松了，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的感觉，对，是。但是第2 round 回来哈，他的分数也就没有在很多有效的分数，反而是被杜成威后面拉了一波尾盘哦。原本是只有2分领先，现在到6分的领先了。要保持一整天，其实你看比赛从9点开始，然后其实选手们更早就来做准备、做暖身、做这个登陆跟检录哦，蛮辛苦的。对，蛮辛苦。其实要维持一整天的专注力也不容易。
好，双方的第3 round， 目前杜成威有着6分的领先。哦，漂亮漂亮，这个环节很漂亮。哇，他有一点改变打法了，邱以晴改变打法，对。4强选手里面哦，他的整个从他的肢体动作散发出来的感觉，他是最放松的一个。啊，他想测试一下，刚才他觉得有刺到，但是没亮灯。好。哇，他完全把他的剑抓住了，对，把重心放低有效哦，你看他现在重心压的比较低，剑都在下路的位置啊，他作战方式改变了。大会报告 U13。哦，这难道是他的策略吗？第3 round 换了一个跟前2 round 不一样的节奏，打你一个适应不及的突袭。哇，双方的肉搏很激烈的挡剑，打到剑都脱落了。盾剑，王田恩选手到舞台左侧集合，谢谢。刚才2个回合都是杜成威逼邱以晴到他那边半场，现在反过来邱以晴，我感觉气势有点反转了。是，现在是你看他马上就过中线逼过来。对。啊，这一分对杜成威很重要，是，不然我都担心他，对，他心态上又要受到一些影响。哦，以攻势的百分比来讲，还是杜成威的攻击要多一些。现在他有点不惑，刚才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刺到？对，因为杜成威可能认为他的拨挡，但是拨挡慢了，对方进攻有得点，他在拨挡，然后又亮白灯。哦，只差一点。哇，有了。技术掌握我们颁奖。立正。敬礼。好，最后的30秒，双方打到 Round 3。第8名，台中市私立维格高级中学附属小学北校区。又追一点了。对，又追一点啊。台中市私立维格高级中学附属小学金燕溪。第6名，吴氏国小黄天佐。第5名，吴氏国小洪步宇。哎呀，漂亮漂亮！第4名，这一点打得很漂亮。奥林击剑司徒长青。第3名，台中推得很快。哇，双方激烈的攻防，把位置绕开。第2名，殷分子王庭安。
第1名个人组刘家勋。邱以晴的教练哈，对，上前询问一下刚才的状况。哇，再一次打到鞋带都掉了。是，恭喜获奖选手。大会报告 U9男子锐剑冠亚选手，请到第8场地准备比赛。34名选手，请到第9场地准备比赛。3分的领先 ，Round 3只剩下7秒钟。哇哇哇！往里面塞，但最后卡到了无效位置，对，不然很。好，这样子我们就恭喜杜成威哈，算是蛮沉得住气的。对，在最后的第3 round， 剩下最后2秒钟的时刻，以15比10击败了邱以晴哦，这样子他就拿下了今年 U13女盾的季军，然后以晴是以这个殿军坐收。哇，双方打得慢节奏，也是看得我跟我老师有点这个停止呼吸的感觉。对，蛮精彩的。这个对2个人都是步步为营啊，在斗智啦。我觉得他们比起在比武，感觉更像在斗智。对。好，那我们的第1剑道在进行场地的更换跟休息哦，待会回来会有这个组别的最精彩的冠军之争，会是 Alison Chen 对上蔡欣璇。我们让2位选手稍微准备一下，待会再回到第1剑道。好 ，U13女子盾肩的冠军之争哦，来看到台北市忠孝国小代表出赛的蔡欣璇来对上 Offensive Club 的 Alison Chen。从刚才双方的4强比赛来看哦，欣璇算是偏防守型的，然后 Alison 是比较这个进攻如火的感觉，对，所以我们看双方在冠军赛姿态上会不会做出一些变化。啊，欣璇一样，他是架一个中剑姿哦，把剑呈90度往前挺，去限制对方的距离感。那 Alison 就从高剑姿去透过往上从上往下的敲击，去影响蔡欣璇占据中线的姿态。哇哇哇！哇，打到对方稍微有点好像无法招架的感觉哦。这个2个选手的实力都很接近。而且蔡欣璇很冷静啊。对他都是有波挡还击，像这个。对。包含在之前，他跟这个杜成威打到了加时的宙死赛哈。原本杜成威觉得说自己有优势在身，结果被他打了一个猝不及防，哇！所以而且他冷冰冰的就慢慢就打回去了。对。
哦，哇，你看他的动作幅度没有很大，对，有效，对，但是有效，对。其实真的动作就是这样子，你最主要能拨挡就行，动作大不见得。因为你看双方都是 Ellison 的动作大，但是分数最后都加到了蔡新璇那边，是，对，很奇妙。哇，双方的肉搏，而且最早蔡新璇的头2个点数都是拨挡还击得到的。那相对 Ellison 那2点都是进攻，对，你看这个第3点也是都是进攻，不过2个很接近，非常接近，完全是风格不同的选手哈，就看哪一边比较能够把对方带入到自己的节奏里面，没错，那你这个获胜的几率就变高了。是，哇，刚才 Ellison 吃到一半还去看。还去看大表，是，对，分数都还没停下来就去看，有点危险啊。快速的对剑，对，好，艾利森有了，还是他进攻比较多，是看得出来，艾利森比较攻势多一些，对。艾利森是属于这个侵略如火的类型，然后蔡新璇是属于不动如山的类型，对，Round One 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读秒，双方算是5-5开哦。对，哇，连续的得分，他都是进攻，蔡新璇后面的这几点哦，对，防守都刺在了无效位置，是比较可惜。对，又是这样的状况。哇，见这个弯曲的程度哈，要用脚来借助力搬一下。好，即将进入最后的10秒钟了。哇，艾利森漂亮。对，他的点数几乎都是进攻得来的。对，他都是自己去积极抢攻得来的。比较少拨挡还击。对。新璇就是另外一个面向了，他就是借由艾利森的进攻在找寻机会，是比较采取守势的打法，看看下一回合有没有做什么改进啊？如果以目前的节奏的话，是需要做改变的，对，就看教练团怎么来跟他做调整。不过他算是蛮会打逆风的哈。刚才我们也看到前场比赛跟杜成威的那场教练，他也是先属于比较落后的一方，然后慢慢去反超这样。对，也算很稳健的。对，逆风型选手。
为我们颁奖。以上至于第6名新北市小台区文德国小蔡承汉，第5名台中市团体区侯家国中小学张凯宏，第4名台北市私立复兴实验高等小学部马国成。好 ，round two 回来 ，Allison 率先得点，先来到双位数哦，他这样距离后胜越来越靠近啊。因为已经拉开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说打开比较越打，可以放手来打，对，放手来打，对，比较没有压力。是。埔里国小林子成。接下来颁发冠军，新北市三重区三光国小李国成。刺到脚了吗？可能拐到。拐到一点。对他进去的时候那个脚拐。是。哦。哇，新拳又来了。是。恭喜获奖选手。哦，缓举。哦，判点给了 Allison。是因为他拨挡。对。哇，漂亮，去拨弄哈，把对手的剑架开之后，强势的突刺。但他有一个坏习惯，我觉得之后可以改，就是有时候那个 play 都还没有确定之后，他就会急着去看比数板。是。那其实裁判是有比较放松了。像刚才第1次的时候，那个就事实上是可以给他黄牌的。不过这种判定就是主审会决定的。是。对，主审决定。因为主审没有喊停，他去看那个灯，把头歪一边。其实，在还没有喊停之前，对手都有可能做你想不到的动作。没错，没错。哇，好，这样 Allison 距离获胜又更进一步了。对，14比4的状况，来到停牌，强势的压迫。好，我们恭喜 Allison Chen 最后以15比4击败了蔡欣璇，在本届赛会登顶了 U13女子盾剑的冠军。那欣璇表现也不错，因为她去年还是打 U11那今年随着年龄的成长，加入到强度更强的 U13，今年以亚军作收，相信也是她这个击剑路上的成长养分。那我们待会会在主播台这边呢访问到冠军选手，待会观众朋友来听听他们的这个赛后感想。
好，回到我们的主播台啊，现在在场边为您访问到是刚才在 U13女子盾剑获得冠军的艾丽森炫，艾丽森，恭喜你！谢谢。好，今天看你从4强赛一直打到冠军赛，你的攻击都还蛮积极的。你跟教练团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设定？我都会自己想动作，就教练教我的动作，我都会自己想着做。那刚才跟这个对面新璇的，因为他比较多是打被动的防守，你觉得刚刚在跟他对剑的过程中，你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 mindset？我都要攻击他的下面，因为他都是这样 counter。OK， 那吴老师觉得对艾丽森有什么样的期许？他是非常智慧型的选手，他在临场可以观察对手的动作或姿势上的缺点，然后针对那个去进攻，是很聪明的选手。OK， 非常优秀。好，艾丽森，因为也到了2024年这个最后一场赛事，那你自己明年2025年有什么对自己击剑路上的期许吗？就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对 ，OK， 好，我们也祝福你这个后面越来越顺利。好，谢谢。那我们就谢谢艾丽森的访问。那跟观众朋友预告一下，我们会先做一个赛会的中场休息，那我们下午再回到更精彩的一个击剑比赛。报告，请 U9男子锐剑前8名选手至舞台左侧集合。
会报告，请 U9男子锐剑前8名选手至舞台左侧集合，谢谢。大会报告，请 U9男子锐剑前8名选手至左侧场地集合。
大会报告。Winnie-Sport 陈义珍，请至大会。现在我们要颁发的是 U9 男子锐剑前8名选手。我们有请中华民国击剑协会谢家龙剑师为我们颁奖。立正，敬礼。第8名，贝斯击剑简浩哲。第7名，正东国小杨龙宇。第6名，台北市忠孝国小张庭硕。第5名，三重国小陈哲宇。第4名，台北市国语实验国民小学陈和谦。第3名，台北市忠孝国小陈威琪。第2名，台中市湿地维格高级中学附属小学阮成。接下来颁发冠军，台北市忠孝国小廖成伟。恭喜获奖选手。大会报告 ：U11 女子锐剑8强选手，请到第2到第5场地准备比赛。大会报告，请 U11 女子军刀前6名选手至舞台左侧集合。请 U13 女子盾剑前6名选手至舞台左侧集合，谢谢。
节奏的极致对决，思考、策略、战术攻防，1秒定胜负。1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少年剑客的荣耀决斗。击剑讲求快、狠、准、速度与技术兼备，不仅是速度的较量，更是技术与策略的对决。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对决，过几个世纪演变，自1896年第1届夏季奥运开始，就是正式比赛项目。在击剑运动包含了盾剑、锐剑，还有军刀3种剑种，其特点各有不同。锐剑对初次接触击剑比赛的观众来说最简单易懂。3种击剑中，攻防最需要耐心的一种，且每一剑必须精准无误，攻击范围涵盖全身，击中任何部位都能得分。盾剑强调技巧和攻防的配合，攻击范围较小，攻击点限于上半身，必须用剑尖刺中躯干，每一剑考验选手的敏捷与智慧。击剑王子陈义通就是这项目的王者。军刀的比赛节奏是3种击剑项目中最快速的，选手必须快速判断对手的攻击意图，灵活的脚步与应变能力更显重要。无论砍击还是刺击对手髋骨以上到头部，都算有效的攻击范围。培养学生策略思维的想法，然后第2个是提升选手的专注力，然后第3个是强化学生的体能。第1个是基本动作，脚步，然后攻击跟防守，还有技术的纯熟，直接会影响到比赛的结果，这是第1个重点。然后第2个重点是，击剑的选手必须具备出色的协调性，然后跟身体的灵活性，还有爆发力。然后第3个是心理的策略，击剑比赛就像一场心理战，选手必须策略性的思维，预测选手的动作，并制定相应的对应策略，才能在比赛中获得先机。一开始妈妈问我要不要参加，我答应之后，后来发现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它很酷，可以在比赛中获得成就感，也可以跟同学对打，建立友情。因为我来到忠孝国小，发现了有击剑社，而且我觉得他很帅，所以我才参加。我最喜欢的选手是李让，因为他练习很认真，是我学习的对象。我最喜欢现在青少年成人冠军的李让，因为他的速度很快，长得也很高，打得也很好，我也想跟他一样。我最喜欢杨景曼，因为他击剑很好，而且功课也很好。我希望他可以当我的榜样。我希望可以在这次比赛拿到前3，手部再加强一点，然后脚步再快一点。我想要把U11男子锐剑的金牌抢下来。我希望我的脚步还有动作跟速度可以加强，并在比赛中使用出来。我希望我可以得到U13女锐冠军。1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等你来挑战！
大会报告 U11女子锐剑4强选手陈其云、陈清瑞、陈清乔、刘恩妍、陈和云，请到第1场地准备比赛。大会报告 U11女子锐剑4强选手，请到第1场地右后方集合。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于第一场地要进行的是 U11女子卫健4强赛，让我们欢迎4强级裁判进场。选手及裁判介绍：来自台中市潭子区国家国民小学陈其云选手，来自台北市忠孝国小陈新桥选手，来自台北市国语实验国民小学刘恩妍选手，来自台中市私立维格高级中学陈和云选手。本场执法裁判刘生宏先生、陈雨薇小姐、蒋明春先生、林才珍先生。各位观众，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为选手们加油！请选手复位。现在开始进行4强第1场赛事。好，所有喜爱击剑运动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持续透过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 Facebook、脸书粉专，还有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YouTube 频道，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新北市的板树体育馆哦。今天在这里进行的113年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下午的赛事一回来，我们首先要带您来看是 U11女子锐剑的4强舞台。双方的前2位小选手分别由来自台北市忠孝国小的陈新桥来对上台中市头家国小的陈云琪。连续在周6跟周日2天哦来进行的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也会是这些 U9到 U13这些年轻小剑手们2024年的最后一场赛事哦。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第1剑道啊，选手们要来这个进行着装，还有一些器材的检验，确定都 OK。那转播的服务呢，依旧由我董敬桥搭配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监事吴敬德老师和大家服务。吴老师下午好。大家好，你好。老师，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上午我们有看到 foil。这个盾剑还有 saber 的军刀哦，我们现在终于看到 epic 就是锐剑的部分了。是，锐剑我们可以说是3个剑种当中哦，节奏比较慢，剑身也最巨大的剑种，因为它的攻击范围是最广的嘛，就是从腿部然后到整个上身躯干都是可以，所以你看选手身上是没有穿这个过电衣的。是，所以都是击剑运动的分支哦，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转播来观察3个剑种各自有哪个亮点。那因为锐剑的攻击范围最大，所以它的感应器只在剑尖上面有，对不对？是的。然后全身都是有效的击中范围。然后它也是不同于盾剑跟军刀啊，在双方如果双方同时击中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没有攻击权，它就是双边同时加分这样子。是的。好，可以看到右方的陈云琪哦，他的身高因为比陈新桥要稍微大1号啊，所以整个臂长啊各方面。不过相对的，这个他的被击中面积也比较大，是因为陈新桥个子比较小，是，对。
吴老师觉得看了这么多这个击剑选手玩锐剑的选手，他们在个性上跟其他2个剑种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就因为它是有3种剑嘛，对，然后选手他会根据自己喜欢的那个剑种去，那应该可以说，在选择，假如选择锐剑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愿意接受挑战，比较愿意接受挑战，因为你的全身也是对方的目标，对方的全身也是你的目标，所以这个要刺中他，那么又没有攻击权，所以就变成可以说是直接面对，那要有很强大的心态啊，就是我要刺中你。但是不能让你刺中，没错。哎，刚才就出现了一个双方同时亮灯，我们裁判也是2边都加了1分，这是在另外2个剑种，这个盾剑跟军刀不会看到的状况。是，因为锐剑原来也叫做决斗剑，对，那它的剑是3角形的，而且原来还有凹槽，那就是决斗用的，是，所以在决斗的时候。如果2个人互相刺，对，那基本上都是会受伤的，是2败俱伤。对，所以就会同时都有效，保留了这样的传统。对，他的精神来自于这里。是。好，在双方的 Round 1哦，陈云奇率先拿下5分，他有领先陈新桥3分哦。他也是这个组别今年的积分最高的选手，来自头家国小。读头家，长大当头家，是，非常可爱的这个名字哦。是头家国小。他在13年哦，这个排名靠着1积是第2，然后2积分赛事第1，他以58分是在这个组别里面占排第1。那第2是蔡心如选手，第3是林芷宇选手。那我们现在他的对手陈新桥呢，他在积分的排名是第5名，是，对，基本上能来打这个精英赛，然后能够闯进到4强秀，其实排名也都还蛮靠前的啦。是的，对，是的，大概到第7。第2回合，安哥，喂，哪里 ？Play Alley 就开始了，第2回合。因为全身都暴露在这个目标之下，是，能攻击的范围就很广了。对。喂，哪里？好，整个剑对搓完了，搓完了哈，请教练帮忙调整一下。3个剑种其实细看的话，长度啊，包含这个护手的形状，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是的，是的。锐剑哦，因为就像老师说的，从这个文化演变是决斗剑哦，是对，决斗这种，不管是以前的比武切磋点到为止，还是真的在这个战场上相遇哦，兵戎相见，你死我活，不会再给你挑部位的，能刺哪里就刺哪里，对。所以这样的精神呢，也是在3个剑种当中由锐剑来继承。对。double， 好 ，double 就是2边都有得分。是，
嘎，回，阿里。好，陈瑜琪持续握有着4分的领先优势。Round 2的比赛也即将进入到读秒阶段了。小选手陈新桥啊，他在113年全国第2次少年击剑锦标赛，他当时还是打 U9 的女子锐剑拿下金牌。随着年龄的成长啊，也是挑战 U11的时候，他的这个体型的落差啊，各方面遇上这个比他稍微年长一点的选手，对，也是他要慢慢学习突破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说从 U9 跨到 U11， 再跨到 U13， 其实年龄会有一些差距。那小朋友差1年，体格其实就可以差蛮多的，对。好，那这样子就恭喜高团比赛由云奇哦先击败了新桥。那我们再来，待会回到第一剑道会有陈和云来对上刘恩妍的比赛。来自台北市国语实小的刘恩妍，还有台中市威格小学的陈和云。好。随着主审裁判的令下，双方2位剑手展开对垒。哇，2个都是属于这种bouncing派的，跳，是，在有点像那个拳击手在利用前后的碎步来调整自己的节奏。是，哇哦，凸前的抢攻是。哇哦，精彩的对剑啊 ！Double 双方都有拿分。哇哦！有2人缠斗，对，缠斗之后马上又把距离给拉开哈。哦。场边教练提醒，这个动作幅度再小一点。锐剑因为全身都是这个有效击中区哦，就不会像刚刚盾剑一样很多的无效分。对，所以其实双方
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就是分数是被强迫着开始在进展的，好，看双方都加分。哇，漂亮的抢攻，陈和云。是。好，精彩的对垒，最后由陈和云以10比5拿下了胜利哈。他们两个都是活泼型的选手，对，哎，两个在场上这样跳跳跳，很可爱。这个杀鸡哦，对，出招就隐藏在这个跳跃的舞步中。是。好，那这样子就恭喜陈和云获得了晋级的门票，他即将跟陈云奇会师冠军赛，而陈新桥跟刘恩妍呢就会在季军赛相遇。好，我们的第一剑道持续进行场地的整理，我们的 U11女子锐剑比赛进行中。大会报告 ：U11女子锐剑3次选手陈新桥、刘恩妍，请到第1场地准备比赛。新桥，右边。打完这场再打。U11女子锐剑的季军战，由陈新桥来对上刘恩妍，巧巧对妍妍。如果观众朋友年龄跟我差不多，
曾经有过一个女子团体，台湾的女子团叫做 Sweetie 哦，由这个刘品言跟曾之乔搭档，他们两个名字刚好一个就是巧巧跟妍妍，所以我刚刚看就觉得哎有一点熟悉感，对，也暴露了我的年龄了。好，两位选手刚才在前一轮的比赛哦，是分别败给了陈云奇跟陈和云哦，所以在这场季军之争，他们也希望能够再发挥自己的实力。好，对他们的锐剑来进行通电的测试，双方互碰一下。率先拿分的是刘恩妍哦。健身的过招进入到肉搏，又是刘恩妍拿分。对，因为他采取攻势嘛，而且他显然是活力型的选手，蹦蹦跳跳的，这样可以在进去的时候增加他的那个弹跳的速度。跳跃的动作也不断在剑道上发出声响哈。我们这个剑道现在大概都是用什么样的材质？它一种铝合金，一种铝合金。对，所以它轻，但是又导电性又很好。是，所以跳起来都会有这种金属碰撞的这种声音。因为它后面那个导线啊，对，因为它跳动嘛，就拍到那个剑道。陈金桥看起来在手势的打法上还蛮精准的，他拨挡以后近身的都还能够刺得点。陈金桥也是一名左手剑客哈，是，对，看他能不能发挥出其不意的战术。这些击剑的幼苗们呢，这两天齐聚在柏树体育馆，参加全国少年精英大赛。啊，场边双方教练也做一个简短的指导哈。每一次出来比赛，然后透过教练的观察，小选手们也会得知自己的状况，是还有哪一些可以做修正的地方。比赛总是有输有赢的，但你输也好，赢也好，你总是要带一些收获回去。是，对，输了也是经验，赢了也是经验啊，对。好，双方的 Round 2
前一个 round 比分打了一个低比分3-2。哇，大胆的进攻，是。所以陈新桥的这个防守的技术是不错的，对，你开始有效果了，刘文言进攻，但是他就把他的剑架开，是连续2点了。哦，刺到手了。是，他的加剑防守很好。陈新桥虽然个头比较小哈，但是他用沉着的反击，也慢慢把比数给咬进了。是，对，他打得很稳，属于冷静型的。你攻，但是我就抓准了，我就还击，好 ，double 双方都加分。对，请求一个暂停哈。他想要擦拭一下他的健身吗？他给牌了，对。他没有征得那个主审的那个同意，他就去碰他的那个镜内。小朋友有时候比较单纯，觉得怪怪的就对，他很直觉的反应。哇，精彩的一个过招。刘文言拿下了第8分哦，双方又回到追平的状态。哎，不跳了。对，时间到，时间到了。好，那这样子 Round 2又结束了，再进行1分钟的休息。不过两个人分数一来一往，确实是胜负难料。对，一个攻的不错，一个守的也不错，所以就咬得很紧。还有30秒，看跟教练的观察后，最后双方的这个决胜时刻，能够打出什么出其不意。
双方剑手把面罩带回 ，Round 3。都很谨慎了，不敢，双方都没有轻易的出招，都在阅读彼此的动作。哇哦，这一次的过键，刘文言打不到的机会。哇，漂亮！对，这出其腿不意，部做进攻哦，出其不意的，真的，攻他的下盘是。哇，这一分张力太大了。对，双方都在等待对方的攻击哦，大概有空了20秒左右的。哇，恭喜刘文瑶，最后还沉住气，利用陈新桥往前的追击哦，做了一个闪身之后的有效得分。大会报告 UC 女子锐剑。这场季军战打的是势均力敌的哦。好，我们也恭喜2位小朋友。虽然比赛总是有输有赢，但是我相信这一次的较量，双方都是带着经验，对离开剑道的。那待会回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双城对决，陈和云来对上陈云琪 U11女子锐剑，谁会拿下冠军呢？待会来揭晓。好，这又是一场台中内战哦，来自头家国小的陈云琪，还有威格小学的陈和云。不管最后谁胜出啊，赢家都是台中的国小，然后赢家也都是这个陈家人。是，很有趣的巧合。啊哈。为这场比赛进行主审判决的是张明君先生。来看一下，左方的紫色的陈和云对上右方酒红色的陈云琪。双方谨慎的过招哈，两人的体格也是旗鼓相当。对。哇哦，两个体型是几乎是一样的，同一个量级的。同一个量级，对，同一个量级。
刚才发生一个双方闪身的交错哈，是，对，被裁判示意回到原位置再来进行开始。那率先得分的是陈和云。重心压低，是，陈雨琦突然的几个这种重心放下，用下方去捞的方式哦，想做突袭。啊，双方都 double 了，各拿1分。好，最后的读秒阶段，两边对没有出招，这样子就是陈和云带着4比3，1分的领先。是，先进入到1分钟的休息。刚才都可以听到教练这个话外音哦，在镜头外的指导。对。对罗老师觉得对两位剑手的技术特点或者是风格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两个人很接近，真的是同一个量级的。嗯，那个攻守啊，都是差不多，哎。那就看哪一边的待会的这个细节把握度做得更好。对，你说的很对。嗯，现在就是完全都在那个细节了。因为两边都会进攻防守，进攻防守，那么就是在那个过程交战过程中，谁能够注意那个细节？这是今天最后一场赛事。不晓得要跟确认哦，不晓得会不会带有白金看来陈和云打出自信了。对。刚才的1分钟哦，他要把教练的指导给吸收进去，马上转换成场上的得分。不过齐云这边也不想轻易放弃哦，是，对，不能再把分数拉开了，不然他就会处于很大的劣势。哇，这个双方金属击剑的声响哇，真的有决斗的感觉。对。好，双方都各加1分。尤其那个护手，对，剑敲击那个护手的那个噔，那个声音非常清脆。就是敲到护手，所以这个剑身都会有一些弯曲，稍微修整一下。那访问回来就直接收掉吗？好，关键的1分还是被齐云给拿下。
好，这样子比赛就还有悬念哦。是，就蛮有趣的。哎呀 ，OK， 哇 ，double 的话，这样子就是让何云拿下了关键的第10分哈。我们恭喜他在这场台中内战，最后是陈何云击败了也是强劲的对手啊，齐云拿下了 U11女子锐剑的今年的冠军哦。2位都是台中之光啊，代表台中的学校。然后今天这2天来台北出赛，其实也是很辛苦哈。对，你看一早就要来暖身啊、减入啊各方面的。对，好，那待会我们等选手休整一下，会把他们邀请到主播台来分享一下这个获胜的感觉。好，随着我们周6这个今天的最后场比赛刚结束，我们再次恭喜陈何云小选手拿下这个 U11女子锐剑的冠军。是。何云和我们分享刚才在场上跟齐云对决的时候，你的战术策略或者是教练给你的一些交代是什么？先打手，然后再飞刺。那你觉得自己的表现呢？是觉得怎么样？就是有哪一些觉得虽然赢了，但是有哪一些想再做修正的部分？如果之后动作做小一点，动作再小一点。OK， 那觉得自己因为2024年已经过到12月，也快结束了。那今天的这个精英年度大赛也会是今年的最后一场赛事，觉得自己今年的全部的表现怎么样？可以再就是修正一点。再修正一点，大概是什么部分可以修正一点呢？就是要先试探才能再吃，不能直接就是太早发动。OK， 很有策略，再成熟一点。OK， 好，那吴老师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冠军选手表现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从刚才他的对谈你就知道他是很优秀的智慧型的选手。智慧型选手。OK。好，那我们也再次这个恭喜这个何云拿下了这次 U11女子锐剑的这个冠军。那我们也提醒您呢，在明天周日的一样是上午9点钟，我们还会在这个板树体育馆为大家带来第2天的赛程。所以我们的113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呢，我跟吴老师也期待明天与你相会。我们再次恭喜冠军的小选手，还有所有的台雅工作团队的同仁，一起为大家服务。我们明天见喽，拜拜，拜拜。